S 级英雄和怪人干部们进行了惨烈的对战，抛开一直滑水的奇遇和闪光 Flash 不说，英雄一方战况惨烈，甜心假面被大总统撕成两半，背心尊者被打得不成人形，两位剑士会的外援壮烈牺牲，就连龙卷和杰诺斯也在黑金的围困下命悬一线。再反观怪人一边，除了被自己人干掉的牙鹰外，流浪地尚未火力全开，黑金合体后诞生的黄金精子更是强得离谱，在上还有余力与之抗衡的邦古也正在和饿狼对战，形势可以说万分严峻。而就在这关键时刻，一直隐藏在暗处的 King 王终于站了出来。主战场之外，邦古师徒的对决已经进入了白热化，两人都以流水岩随拳对抗。一声脆响，两人以同样的姿势往两边跳开，可刚站住脚，饿狼就摆好了架势。这个熟悉的姿势让邦普一愣，什么是暴星解放拳？那不是桑吉本已封印的自创拳法吗？他为什么会知道？饿狼在离开道场前曾偷看过我的奥义书籍，虽然立马就被我发现没能把书带走，但看样子仅仅是看过一遍就学会了那个邪拳嘛。看着饿狼摆好了熟悉的姿势，邦古自知眼下就更不能输了，这一战就一同和饿狼以及过去的自己做个了断吧。曾经的邦古是一位让人闻风丧胆的莽汉，看见强者便前去挑战，被其送进医院的对手不计其数。他沉溺在极致的武术天赋下，目空一切，直到哥哥邦普找上门来。我为什么要胡闹吗？哈哈哈，我只是在享受武术这件事而已，让你很不爽吗？就是因为你那固执的思想，头发才变少的呀。欧尼酱，既然我来了，你的恶行也该到此为止了。你还是老样子啊，坚信什么根性论，每天都沉浸在无聊的修行中啊，但那是没用的，没有人能战胜天分加乐趣齐聚一身的人。我的力量是为了享受，所以就算每天和武术打交道，我也不会感受到任何压力，这就是我的武术之道。在变强的道路上，不管是谁来阻拦我，都只有一个下场，被我铲除，是吗？那就让我来告诉你，没有超越过自己就获得的强大究竟有多少水分。来吧，混蛋！那一战是暴星解放拳和旋风铁斩拳之间的较量，最终是邦古败了，甚至连放狠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好好冷静冷静吧。那一战之后，邦古停手了，因为他的拳头里包含着对哥哥的杀意，但哥哥的拳头里却没有杀意。可即便是这样，他都输了，不仅仅是输了比斗，做人的分量上他也输了。从那以后，他将进攻型拳法暴星解放拳封印，又经过了漫长的修行，最终创造出了究极防御拳法流水岩随拳，并效仿了哥哥开始了武术道场，开始潜心修炼，培养弟子。邦普是一直看着邦古成长起来的，就连当初邦古成为英雄，也是想要告诉哥哥他已经走上正道了。直到后来，邦古因为弟子走上邪路来找他，说是要做个了断，那时邦普就察觉到了，邦古是想要去做当年他做过的事，将弟子拉回正道。邦普看他已经做好了同归的打算，便提出要帮忙，却遭到了邦古的拒绝，说这是师徒间的问题。但最后邦普还是以他也被盯上了为由，和邦古一同前来，因为他想要见证到最后。作为兄长，饿狼一记重拳结实地打在邦古脸上，随后两人又展开了激烈的对拼。流水拳毕竟是防御拳法，本就缺乏进攻性的邦古又对上曾经自己的进攻拳法，一时间竟被饿狼压制住了。但邦普也能看出来，饿狼的暴星拳还称不上完美，如果邦古用完整的暴星拳，兴许可以。可就算是饿狼破绽百出，邦古还是没有用暴星拳，仍然用着流水拳防守。果然，邦古已经用不出那套拳法了吗？这样啊，邦古，哼，我找到些手感了，好好看着吧，欧尼酱。我正看着呢，那个坏孩子变得很优秀了呢。呵呵，那么还差一点。洪流般的拳头砸在邦古身上，他一改拳风，竟将自己的心声灌注在了拳头里。听得到吗，饿狼？你是天才，应该能传达到吧？我是个失职的师傅，沉迷英雄活动，和弟子们的关系变得疏远了。你走上邪路，大部分弟子离开了道场，给很多人带去了麻烦，这应该就是我的报应吧。我会在这件事结束后辞去英雄意志，要是那样的话，饿狼，我和你便又能成为师徒了。让我们重新开始吧，好吗，饿狼？而与此同时，主战场的杰诺斯还在挨打，双手双脚都被黑死金子拔掉。哈哈，毛毛虫机器人完成喽！
不仅如此，一旁已经奄奄一息的龙卷还在被围殴。看到这一幕，杰诺斯咬牙卯足了劲儿，燃烧最后的火焰冲了过去，将沿途的黑金都撞碎，扑倒在龙卷的身旁。龙卷，他没办法了，唯一能做的便是用牙将龙卷挪到了身前。他再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弱小，就算舍弃了肉身，经过博士多次的改造，到头来却只能是这样的结局吗？混蛋，居然干掉了3个我算是见识到你的毅力了。不过这剩下的4491亿71万2554个你又能怎么办呢？嘿嘿嘿嘿，这样的绝望境地，无论再怎么努力，他都没办法再扭转了。龙卷还在碎碎念着，让杰诺斯快逃，那不是他能对付得了的。杰诺斯没有松口，如果是以前的他，一定会不顾存活的英雄选择自爆，但是现在他做不到。老师，所谓强大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能击败敌人的力量便是强大，那我真的又变得足够强大了吗？杰诺斯将龙卷死死护在身下，承受着如雨点般的攻击。怎么了，臭小子？已经不能爬得再快点了吗？突然间，一旁传来了异样。战场上，流浪地正对着原子一行人狂轰滥炸。从开始到现在，他们除了被动防御，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而这时，流浪地有些不耐烦了，火力加大，在头顶上召唤出了如太阳般耀眼的光球。哈哈，什么事都要多练习，毕竟这之后还要杀掉几十亿人呢。要是中途腻了可不好。眼瞅着流浪地举起了巨型光球，居鹤铁无助地喊着师傅，而原子武士一直在尝试拔出日轮刀，再坚持一下就快拔出来了。有精神，赶一劲吧。这一刹那，原子武士回想起了日轮曾和他的谈话。日轮刀是有生命的，他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是否借给使用者力量，不被认可的话，连拔都拔不出来。哼，不愧是传说神话时代的剑，这听起来就难以置信啊。那时候不敢相信的事，现如今却要亲自完成了。流浪地的巨型光球已经脱手而出，冲几人砸了过来。回应我吧，日轮，究竟何种精神才能让你认可我呢？恍惚间，他脑海里竟浮现出了邦古的身影，那是在作为师傅一道上的竞争对手。若是将邦古的境界看作是流水的话，那么他此刻所处的境界是……原子武士将周身的一切嘈杂都化为虚无，展现出的如水面般的集中力，终于让日轮刀做出了回应。一瞬间，他化为残影穿出，在光球抵达之前，一刀便斩了上去。这一幕看呆了居和天两人，流浪地也瞪大了眼。下一秒，光球就像被蛛网覆盖一般，在原子的剑下炸成了虚无。而此刻，原子武士手持发光的日轮刀，真正展现出了剑圣的姿态。流浪地不甘示弱，集中火力攻向了原子武士。一片刀光剑影下，原子武士顷刻间就杀至了他眼前，一刀斩下。可谁料，黄金竟突然出现在两人之间，接下了这一刀。看着原子武士阴沉的脸，黄金疑惑道：“怪人化了。不对，看上去应该是那把剑的缘故。”说着，他用另一只手抓住了日轮刀，试图将其掰断。可下一秒，他的手臂直接就被切下来了。什么？12招的右臂都被……做完了这一切，原子将日轮收回了刀鞘，躁动的日轮刀逐渐缓和了下来。接着，原子武士一口血吐出，跪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儿。我和日轮刀融为一体了吗？竟然把我的体力都给耗尽了。哼，说到底还是没突破极限嘛。这下你们要付出的代价可就有点高了哟。原子武士自知无力抵抗了，让居鹤铁赶紧带着昙花胡子逃，但已经是来不及了。看样子你们已经到极限了嘛，那就按照顺序排好，安心等着我来收割吧。可就在黄金和流浪地即将动手之际，一道熟悉又期待的声音终于传来了。伴随着阵阵引擎的轰鸣声， King 的身影出现在战场之上，宛如帝王般俯视着下面一群蝼蚁。就从气势上来说，是拿捏得死死的。护着龙姐的杰诺斯看到了希望， King 终于要准备动手了吗？切，据说连蜈蚣长老都被他一拳解决了，真是棘手啊！不远处和 King 一同赶来的金属球棒也看到了这一幕，正准备前去支援，但突然脚步一停，不对啊！既然 King 都出马了，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他就在远处看好那些怪人，谨防他们逃跑就行了。King 这一出马，瞬间就逼停了整个战场的争斗。哼，来一决胜负吧！要是能将人类最强的揍扁，那就太爽了。慢着，绝不能轻举妄动，那可是英雄协会的最强战力，他可是比火力全开的龙爵还有危险的关键人物。我建议我们全员一起上吧。就连不可一世的黄金都谨慎了起来，就这待遇，除了 King 外也没谁了。而此刻，我们的主角 King 表面冷漠，实则心里正狂躁着。我的天哪，完蛋了！我究竟在干嘛呀？
就算是杰诺斯陷入危机，凭我也救不了的吧？喂，那家伙刚才用鼻子冷笑了一声，仗着自己实力强，就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吗？好，这帮家伙是来真的吗？已经强到听到我的名字都不怕的程度了吗？哈哈，我才是彻底完蛋了。这时他突然想起了那个男人，要是祁煜士在的话。不过话说，祁煜士现在在干嘛呢？就在这时，身后突然有人在叫他，他猛地回头，难道是祁煜来了？结果来人是性感囚犯和童弟，两人一看是 King 顶在前方，就直呼这下是赢定了，只剩下 King 阴沉着脸在风中凌乱着。King 的帝王引擎对普通怪人来说就是恐怖的象征，一旦出现则意味着死亡将来临。但是这些怪人协会的干部们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对他们来说反倒是激起的斗志就和兴奋剂一样。看着这密密麻麻的怪人们 ，King 脸色不变，但心里面已经有些绝望了。还不动手？是在观察我们的动向吗？完了完了，我死定了！喂，那家伙的战斗方式是怎样的呀？谁知道呢 ？King 的战斗记录非常稀少，在隐藏情报方面也很擅长嘛，难怪会被称为最强的男人。就算我们这边有人质在，但我听说 King 就算不用动手，都能让人失去意识。我们可千万不能大意啊！我们可跟你不一样。不理会黑金，流浪地准备由他先来试探一下。你要试探什么 ？King， 像你这样的男人会如何接下我的攻击呢？我先试试这一个。看着硕大的光球 ，King 犹豫片刻问道：“顺便问一下，碰到那个光球的话会怎样呢？”一般情况会被蒸发吧。这样吧，就让我先来打破你那份镇定吧。说罢，流浪地就要发动光球，可突然间，慢着，你难道还没注意到吗？听的话让流浪地一愣，还没注意到？难道说？是啊，看看你的脚下。流浪地猛地一惊，赶忙看向了脚下。虽然什么都没看到，但从他内八的姿势就能看出来，他内心慌得要死。在你脚下那些细碎的石块很不稳定哦，很危险的。看你似乎没注意到，所以提醒你一下。流浪地一下傻眼了，就只是让他注意一下脚下的碎石。不对，他猛然意识到 King 的话里有话，必须解读出他的潜台词。这难道是在警告我？我可以瞬间躲开光球杀到你面前，站在那种落脚点，你是不可能躲开我的攻击的。原来是这样啊！我本想试探一下他，结果却反被他试探了。好险，要是没能读出他的潜台词，我一定会被他抓住破绽杀掉的。这个男人，整片战场领域都被他敏锐的洞察力所笼罩了吗？哼，稍微让我见识到你的部分能力了呀！你以为你将自己的能力隐藏得很完美吗 ，King？ 我今天就曝光你的真面目。流浪地的话让 King 一愣，真面目？难道他的伪装已经被识破了吗？普通人出现在这种场合的确很对不起呢。既然都到了这个份上 ，King 也不准备隐藏了。但嘴里想好的话刚一出口，普通人什么？这个家伙！当普通人三个字一出口，后面的一大堆流浪地就根本没在意了，心里正狂跳着。King 这就已经看穿了他除了操控光球的力量外，肉体就是个普通人的秘密了吗？可恶，究竟是在哪里暴露的？这下糟了，如果被那些家伙知道的话，就麻烦了。看着中黑金投来了鄙夷的眼神，流浪地猛地一挥手，不能再让他说下去了，得快点干掉他。可就在这时，他脚下的碎石堆传来了动静，下一刻猛地窜出一只手来，抓住他脖子，将他死死摁在了地上。原来正是被埋在地下的僵尸男。我本以为这次会死掉呢，连三图穿的看得清清楚楚呢。僵尸男的出现引来了头号粉丝童弟的呐喊，他转头向童弟示意，而此刻流浪地就不好受了。他没想到僵尸男竟然能从他的死亡轰炸中活下来。我可不擅长游泳，想要渡川是非常难的，所以很遗憾，看来一时半会儿我应该是死不了了。你可以试试用光球攻击，不过那样你也会被牵连的。流浪地果真不敢动手，忙着嘶喊黑金赶紧过来帮忙，把这家伙给弄走。可任凭他怎么嘶吼，黑金都没敢动手。哼，这个废物，我凭什么要在 King 的面前做出暴露破绽的行动呀？我的细胞储量可是有限的。可是为什么邪恶天然水竟然也一动不动的呀？在他们的认知中，天然水是会对杀意做出反应，发起攻击的疯子。可为什么他也？难道 King 已经看穿了天然水，所以隐藏了杀意吗？在这种一点即燃的场面上，他竟然还能保持这种状态吗？就像是在对待蚂蚁一样，对近在眼前的敌人视而不见，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吧？可恶啊！越想是越离谱，黑金彻底被怒意冲昏头脑，就准备要和 King 决一死战了。
而另一边，童帝的通讯虫子飞到了所有人的耳边，也包括了 King。他的作战计划终于制定完毕了。首先，他们左右包夹，让怪人们都处在一条直线上。这时，江神能插嘴道：“是想用人工卫星的激光来扫荡他们吗？”当即就被童帝否认了，因为人工卫星那种容易被黑客入侵的大风险武器，他并不喜欢。况且此刻有比那种东西更好用的，那就是 King。除了 King 一脸懵逼外，所有人好像都明白了。童帝的计划是将怪人们聚成一条直线，再由 King 开启战斗模式，使用其引以为傲的必杀奥义炼狱无双爆热波动炮，将怪人们彻底轰成渣子。这样一来，即便是还没有找到弱点的怪人，也能一并解决。一想到自己糖分不足，也能想出这样的完美计划，童帝就非常高兴。King 只能默默吐槽道：“看来糖分真的很重要呢。”这时，黑金开始行动了。一瞬间，黑色金字海涌动起来，11兆4491亿71万多只黑金聚为一团，再加上黄金金子的43兆，一共54兆。在 King 一脸懵逼的表情下，11兆黑金涌现了黄金。原子武士见状大喊不妙，这家伙要是再变强就太可怕了。可童帝根本不在意，都聚在一块的话就太好了。他大声提醒，让 King 时刻准备动手。而此刻 King 的眼前一片白茫茫，还没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亮光之外，100只黑金作为保险起见逃离了战场，可正好就被战场之外的金属球棒逮住了，一棒子就砸了下去，被黑金闪躲开了。可正当金属球棒准备再来一棒子时，哎，你在哭什么？是害怕了吗？单细胞是不会明白的。不明所以的金属球棒和黑金战成了一团，就像羽化前的蛹一样。这一刻是融为一体的54兆我正在进行自我的争夺，一旦融合后就再也无法分离了。一个全新生命的诞生，往往伴随着众多牺牲，它是神圣的，也是美妙的。与此同时，性感囚犯趁乱潜入地底，救走了杰诺斯和龙卷。没有了后顾之忧，童帝再次告知 King 已经可以动手了。趁现在天然水和正在融合的黑金处在一条直线上，赶紧发动炼狱无双爆炸波动炮吧。而此刻，那100只黑金已经控制不了泪水，感受到了其余的他正在消散，悲伤和喜悦交织在一起。54兆究极合体黑金终于要诞生了。随着亮光再次炸起，黑金转头看去，真正的我终于要登场了。亮光终于炸开，玩具里黑金融合，黄色金子的升级版白金金子诞生。爆星、流水、解放拳。邦古和饿狼相互以拳法碰撞，没想到竟然是邦古落了下风。爆星解放拳他可是非常了解的，毕竟是他创造的。那套拳法会令心脏产生爆裂性的波动，从而使身体超过肉体的界限，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邪拳。就算是他躲开攻击，也会受到冲击力的伤害。眨眼间，邦古一跃而起，躲开了饿狼的攻击。就在饿狼攻击还未落下前，他突然翻身，从背后勒住了饿狼，脚下再一顶，猛地将饿狼的身子压低。看看你这身体姿势，就凭这还想用流水拳吗？邦古。饿狼根本听不进去，回头就是一脚，真是不成熟。下一刻，邦古还想说什么，却见烟尘中饿狼正摆着姿势，两人同时一愣，这竟然是旋风流水的组合技——轰气空裂拳。一阵剧烈的轰鸣下，邦古竟然硬扛住了这一招。卷起的烟尘，另一旁的邦普都睁不开眼。不远处，还未走远的丑陋大总统被这爆炸声所吸引，脸上浮现出了邪恶的笑容。邦古用流水拳竭力抵挡着疯狂的饿狼，他万万没想到，他们两兄弟合力才能使出的那招，饿狼竟然能独自使用。难道这也是怪人化的影响吗？这气流将周围石块都给冲散至细末。邦古深知其中的威力，就算只挨一下，估计也会被这冲击力击溃。越是这种时候，他越不能退后，甚至还要向前迎击。我正是为此而来的。最终由邦古一拳打断了饿狼的招式，可突然间，他的胸口一声脆响，被擦到身子了吗？哈哈。看来我还是没能像欧尼酱那样履行好职责呢。邦古，眼瞅着邦古倒下，邦普也无能为力。就在这时，烟尘外缓缓走来一道身影，哈哈哈哈哈哈！找到你了，臭老头！而另一边战场上，耀眼的光亮中，黑金正在进行究极融合。合体，别再做没用的挣扎了，你们现在可是在 King 的面前。哼，那又怎样？看着 King 正注视着场上的一举一动，流浪地还在嘴硬。单独一个黑金就能轻易干掉一个 A 级英雄，而那个54招的合体简直无法想象。不过最终还是比不过我罢了。喂，姜世南，要动手的话就赶紧趁现在，不然他一会儿随便给你来一发，你就被蒸发掉了哦。哼，你就这么想让我干掉你吗？我可是还有很多事想问问你呢。等 King 一会儿完事后，我会送你上路的。你说你有事要问我？对呀，关于那份力量的事。要是你背后真有操作你的家伙，那我可得提前做个准备。你是说神明吗？闭嘴！
我要没收。就在流浪地提起神明的一刹那，他脑海里响起了那熟悉的声音，似乎是来自那夜空之上的星球。月球顶上，一道身影正缓缓浮现，硕大的躯体站在月球之上，看上去甚至比整个星球都要高大。与之对应的是流浪地惊悚的面孔。喂，你怎么了？这是什么表情？此刻的流浪地根本听不见，在他的眼前，那曾赐予他力量的神明正俯视着他。你的力量和你的性命，神明，统统没收。喂，是神明吗？没等将士男反应，流浪地就已经化为了血水，只剩下一具骷髅。这是怎么回事？还真的有神明吗？难道是执念太深，才导致出现了自燃吗？也太不可思议了。不对，这很明显受到了什么干扰。那赐予你力量的家伙，难道真的存在吗？ King 亲眼目睹了黑金的究极融合，白金的诞生，此刻是根本不敢泄气，强行硬撑着气势。但在身后的童帝看来，就变成了为什么 King 先生还不动手呢？白金闪闪发亮的躯体，较黄金来说要更为精致，其长达数米的头型也彰显了一股王霸之气。一旁的众人也看出来了，这变身后的白金确实是体型缩水了，但原子武士能清晰地感受到那股更为惊人的恐怖气息。不过既然有 King 在，话说 King 怎么还不用奥义呢？童迪突然意识到了，难道 King 先生是打算等敌人达到最佳状态再动手吗？不愧是 King， 这样就会令怪人产生更大的恐惧，从而彻底扭转局势。对此我完全赞同。但说时迟，那时快，话音刚落，童迪就见 King 开始了行动。童迪激动大叫道 ：“King 先生竟然张开了一直抱着的胳膊，这难道是要开始了吗？真的要那样吗？对那些家伙来说，我下跪求饶的话还管不管用啊？”而在其他人眼里 ，King 这姿态是要准备用炼狱无双爆热波动炮了吗？想到这儿，他身后的性感囚犯僵尸男、原子师徒以及童帝都吆喝了起来，齐声高喊着 King 的名字。哦，大家都这么希望看着我死吗？可就在这时，一道残影袭来，直接撕碎了僵尸男，同时击飞了原子师徒，也打在了性感囚犯身上。童帝等人在保护下才幸免于难。顷刻间，身后的啦啦队全部都倒下了。King 压根儿没看清发生了什么，这下终于是清静了。原来刚才的攻击是白金的长脑袋干的。我都明白哦 ，King， 你希望的是和54兆巅峰时刻的我单挑吧？来吧，用炼狱无双爆热波动炮向我进攻吧。在那同时，我也会打飞你的脑袋。看来只有那个办法了，下跪求饶吧。而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丑陋大总统正俯瞰着昏迷不醒的邦古，这臭老头是被饿狼打败了吗？此刻的饿狼被邦古一拳打脸，还没缓过劲儿来。哈哈哈！本来还想把你慢慢溶解掉呢。邦普还想做点什么，但身体完全使不上劲儿。果然还是得狠狠揍一拳才解恨呢。全身溶解拳！饿狼要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突然间，饿狼一声长啸，似乎解开了内心的枷锁。就在大总统拳头落下之际，饿狼以更快的速度一拳将其洞穿了。在邦普一脸震惊下，饿狼脚步未停，直杀向了另一边的战场。而此时此刻 ，King 已经在脑海里整理好了说辞：炼狱无双波动炮什么的根本就是玩笑话，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实在是对不起。但谁料他刚说到炼狱无双波动炮，后面的话还未出口，他就因为激动咬到了舌头，保持着正要下跪的姿态，喊出了奥义的那一刹那，一道黑影直奔白金而来。毫秒之间，白金就起飞了。饿狼动作还未停下，转头又盯上了天然水。天然水的高射水炮直射而来，可没想到的是，饿狼直接以拳法开路，硬生生顶着水炮杀了过去。一顿乱拳砸下，时间都还未过1秒。准确说是在 King 咬到舌头喊出炼狱无双波动炮的一刹那，场面上瞬间就被饿狼搞成了这样。在远处的金属球棒看来，场面是非常的壮观，看样子是 King 已经动手了。而此刻的 King 正张着大嘴不敢相信，接着一屁股坐在地上，难以置信的看着自己的双手。另一边的丑陋大总统还保持着被洞穿的姿态，还没搞清状况，低头瞅了瞅肚子上的大洞，啪的一声倒在地上，彻底化为了一滩烂泥。饿狼一顿操纵完后落在地上，整个人看上去越发恐怖了。老头，可实际上在邦古的影响下，他的意识已经慢慢恢复了。就在这时，一股奇怪的波动突然从身后传来，随后从黑洞里面掉出俩人来。哎，出来了吗？来人正是奇遇、Flash 和眼子3人组。
就在 King 发动炼狱无双爆热波动炮的同时，饿狼以绝对的姿态踹飞了白金，又干碎了天然水，看得 King 是不知所措的盯着双手。可就在这时，一道黑洞出现在饿狼身旁，随后奇遇 Flash 几人从里面掉了出来。King 第一时间就瞅见了奇遇的到来，顿时喜笑颜开，这下是有救了。看着周围的一片废墟 ，Flash 自语道：“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哎，爆破大树人呢？再看看周围躺着的英雄们，原来他们一边已经输了吗？这时两人才注意到，就站在镜前的那道身影，怪人吗？英雄？奇遇突然眉头一皱，下一刻竟然径直向饿狼冲了过去。难道说，哎，那不是？饿狼眼睁睁看着奇遇和自己擦身而过，停在了身后的废墟里。原来奇遇是瞅见了杰诺斯，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了。你又被搞成这样了呀，杰诺斯，你还好吧？老师，是那家伙干的吗？不，把我搞成这样的敌人已经被 King 的奥义消灭了。一听这话，奇遇懵了。King 那家伙不是只会打游戏吗？这时又听杰诺斯补充道：“但我不明白的是，我从那家伙身上也感受到了 King 的奥义力量，难道是出故障了吗？”奇遇再度看向了身后的奇怪家伙。只见饿狼此刻也正疑惑地看着双手，我这副身躯究竟是来到地表之后的记忆完全消失了，我只记得在废墟中便已经失去了意识，还做了很多关于以前的梦。饿狼，从拳头能看出来你很迷茫，先试着锻炼你的内心吧，遵从你内心的声音。突然间，一道身影袭来，打断了他的思路，几乎是身体本能的反应，便躲开了 Flash 的一击，也令 Flash 瞪大了眼，竟然能躲开他的攻击。你是 S 级13位的闪光 Flash 吧？哼，堂堂英雄居然搞偷袭吗？ Flash 可不管这些，只问道：“你就是怪奇的老大怪人王吗？”怪人王？哈哈，你给我听好了，我的名字是饿狼，是要成为灾害等级神，改变整个世界的人。Flash 这才想起来，这家伙竟然就是那英雄猎人吗？果然又听见饿狼说道：“他和怪人协会可不相干。”可就在这时，一道白光闪过，抱歉啊，借过一下。赫然是白金的借过名场面，不过从原作的借过龙卷变成了饿狼和 Flash， 已经成这副模样了，却还没做好成为怪人的觉悟吗？真是令人失望啊！当时就应该直接干掉你的。Flash 拍了拍肩头的灰尘，不屑道：“既然如此，你们两人就一起上吧，在我闪光 Flash 的绝招下消灭掉吧。”饿狼这时也来劲儿了，哈哈，绝对的恶是平等的，不管是怪人还是英雄，我会将你们全数湮灭，再然后成为神级。来吧！话音一落，三人同时动身，速度之快，瞬间就成了残影。顷刻间 ，Flash 和白金就撞上了，而饿狼则从天而降，以绝对之势将两人分开，令本就残破的地面再度炸裂开。转瞬之间，三道身影不断碰撞，引起了山崩海啸，逐渐往天穹之上去了。而另一头 ，King 从山包上滑了下来，果然是奇遇师干的吗？哎，你说什么呀？不过你居然没事呢。我说到这儿 ，King 颤抖着身躯，终于将内心压抑的情感释放了出来。我一直都在等着奇遇君的到来，我相信你一定会来的。虽然我很怕，但我也有做好我该做的事，像一块石头一样。话还没说完，突然 King 瞅见了一旁的杰诺斯。我是怕这战果没机会向别人展示呢。奇遇君，你来的真是时候啊！哈哈哈！哎，你刚才说像石头一样是指？我是说结石。对，结石。杰诺斯君保护了龙卷也非常勇猛呢。一听这话，奇遇果真被转移了话题，向杰诺斯表达了赞扬。杰诺斯也很努力的。杰诺斯被表扬后脸色一愣，随后看着奇遇两人的身影，突然说道：“老师，我在应该自爆的时候却没有自爆，这样也是变强了吗？”哎，虽然不是很明白，你是说你没有爆炸对吧？说着，奇遇伸出了手，这不也是说明这里也变强了吗？在漫天星辰的照耀下，杰诺斯那充满自责的内心再次被奇遇简单的话语所打动。他笑着表示，这也是多亏了库塞诺博士和老师您啊。哎，我啥也没干呀。而那照耀在奇遇身后的漫天星辰已经遍布了整片夜空，笼罩在 Z 市上空的诡异星光，被各界人士报道都一致认为是龙卷几人造成的超自然现象。不管是现场人员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没人知道那其实只是站坐在夜空之上的三道身影。此刻最先落入下风的是 Flash， 先是被饿狼一击打飞，再是被白金缠住了脖子，乱走一通。被逼无奈，他只得用风刃脚先逼退了白金。这时白金抽的空向饿狼表示，没有武器的 Flash 不足为惧，他们就应该先合力干掉他，再来单挑吧。可饿狼根本不屑干这种勾当，反倒是一拳抡了过去，打在了企图以多欺少的白金脸上。不仅如此，他手里还拽着白金的长脑袋，不让白金有机会逃跑。这下令白金是彻底怒了，直冲饿狼杀了过去。感受到了，我的拳法就要完成了。
此时此刻的饿狼在高强度的对决之下，将属于自己的拳法逐渐完善。那不是流水拳，不是铁斩拳，也不是暴行解放拳，不是他学过的所有拳法，而是属于他自己领悟而成的拳法。既然因灾害等级神而诞生，那就取名为怪害神杀拳。顷刻间，无数的拳影将 Flash 和白金淹没。这场三人之斗，最终还是由饿狼以自创拳法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此刻的他相信，就算真的有神这种东西到来，也会被他尽数毁灭。就像正应了他的话一般，那因龙卷而形成的巨大深渊之中，一道亮光正悄然滋生。只见那被钉在祭坛之下的大蛇躯体已经扩散至那祭坛之上，在皎白月光和漫天星辰的照耀之下，那祭坛墙壁之上的神明图案与一道巨大的怪物影子相交，似乎这一切都预示着怪人王正在进行最后的献祭，亦或是最后的进化。而与此同时，在 Z 市海域中，一艘巨型航母正隔海相望，注视着 Z 市上空的星辰。可突然间，身后有人报告，检测到舰体下方有巨大的物体正在上升，物种不明，已经无法回避。白金精子、饿狼以及闪光 Flash 这三人之间的混战，从地面一直延伸至高空中，几人皆是速度型选手，胜负就在转瞬之间。只见白金一拳将 Flash 击飞，在空中借着碎石块刚站稳脚步，饿狼便已杀至其身后。一击致命的飞踢瞬间击碎石块，好在 Flash 在千钧一发间躲开了，要是真挨上这一下，估计直接就要退出战斗了。他整个人都懵了，仅仅今天碰到的速度不下于他的人就有4个，这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吧？越想越气愤，他火力全开，一记闪光拳就冲了出去，目标直指白金。连环闪光拳打在白金脸上，两人瞬间扭打在一团。就在这时，白金突然双手画起圆圈来，将 Flash 的攻击全数挡下。这招名为不按套路的回收技，是出自日本空手道中的技能。把握时机，白金一把抓住了 Flash 的手，冷笑道：“呵呵，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也就这样了吧。”话音一落，就一脚将 Flash 踢飞了。再次识别的 Flash 一咬牙，一记流鹰脚救出饿狼，踢了过去。饿狼当然也不怂，用拳法以巧劲化解了这一击。还没回过神来，白金当头一脚又踢在了 Flash 脸上。哈哈哈，全都是破绽，你的心在动摇了吗？和超合金黑光一样，一旦自身擅长的特点被超越，就完全忘了自己的使命了。看来英雄们都是一路货色呢，真正能拯救弱者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一记重拳将 Flash 往地面砸去，轰的一声击碎了整块地面。Flash 遭受重创，两眼一白，瞬间没了知觉。一旁的眼子被吓了一跳，看见来人是 Flash， 赶紧跑了过来。而此刻三人的混战少了一人，战局就明确了许多。饿狼和白金虽说明面上都站在英雄对立面，但谁都知道这一战是非打不可的。顷刻间，两人再度化成白光，每一次的碰撞都如同炸开的亮星。倘若此刻 Flash 还能看见的话，就会发现少了他的占据，这两人的速度还要更快一些。在漆黑夜空之上勾画出的图案也变得越来越密集，而这一切竟发生在微秒之间。但和白金不同的是，饿狼的速度仿佛在无限递增一般。白金还想使出那招回收技，但饿狼的拳头已经先一步打在他脸上，顿时两人的身影如流星般坠落而下，在临近地面的前一刻才分开。白金在落地的一瞬间就已经怒气冲天，头上青筋暴露，嘶吼着是要将饿狼撕碎。但反观饿狼一边，已经摆好了冲刺的架势。我也借过一下。饿狼以肉眼难测的速度复刻了白金的名场面，贯穿而过的一瞬间，白金的身躯便已经如蛋壳般皲裂，随后砰的一声炸裂成无数碎块，死的不能是再彻底了。这场混战最终还是由饿狼以绝对的姿态取得了胜利。而与此同时，战场另一头早已经体力透支、昏迷不醒的龙卷眼前，竟然出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来，接受我的力量，将敌人击败吧。听着这熟悉的声音，可龙卷知道那并不是爆破，因为他一直记得那个人曾告诉过他，危急时刻不要想着会有人来救你。于是他问道：“你是谁？”那道和爆破一模一样的身影，在露出了正脸后，竟然是一张坑坑洼洼、令人毛骨悚然的脸庞，赫然和那梦中的神明有着相同的特征。直到阴谋败露，他冷哼了一声，便消失了。龙卷紧闭着双眼，躺在地上，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就在这时，一道黑洞突然出现。这一次来的人才是真正的 S 级第一位爆破，看这样子似乎刚经历了战斗。看着龙卷安详的脸，他松了口气，看样子是克服了诱惑啊。你长大了呀，龙卷。似乎心有所感，龙卷脸上浮现出了淡淡的笑容。这时一旁的 King 才发现，这什么时候冒出个人来。其余扛着性感囚犯告诉了他，这是爆破大叔。这又把 King 吓了一跳，原来英雄排号第一的爆破是真的存在的吗？他一直以为只是个传说而已。虽然在紧要关头被我阻止了，但在那个方块的影响下，我掉进时空裂缝里，
还是和他撞上了。你就是 King 吧？是的，没错。龙卷就先拜托你了，我要立马赶回去支援才行。支援？毕竟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此话一出 ，King 彻底傻眼了，这似乎信息量有点大了。正想问问详情，爆破就已经化为一道白光消失了。突然间，就在这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股剧烈的震动传来。饿狼一边也感受到了，似乎是从那被龙卷搞出来的巨大深坑里传来的。下一个，硕大的钻头从里面爆了出来，露出全貌后，正是那根被龙卷用来定住大蛇的巨剑。而在下方，正有一个巨物在啃食着巨剑拔地而起，带着巨剑直冲云霄。紧接着，砰的一声，在夜空中炸裂开，露出了那道巨型的身躯。从地面上看去，无比的壮观。近了一看，原来是一只身躯上长着无数手臂、头上长着利齿尖牙的怪物，简直就像是蜈蚣长老的升级版。其名为大怪虫蜈蚣仙人，灾害等级不明。那巨剑散落的碎石砸向了饿狼，被饿狼一击切断。他也认出来了，原来当初那条蜈蚣还有个亲戚嘛。这时听得蜈蚣仙人宣告着：“你们这些无礼之徒，都给我听好了！神为了消灭与他作对之人，将我等派遣至凡间，复为大地的化身。”说话间，他扬起了身躯，面朝大海的方向，那里正是邪恶天然水的所在。吾为海洋的化身，在神罚之下，你们都将毁灭。邪恶海洋水，灾害等级不明。一出场就唠叨个不停，饿狼早就看不下去了，一跃而起，冲着蜈蚣脑袋就杀了过去。他可不管什么神不神的，害了他的事就得挨揍。战场中央出现巨大变化的同时，英雄协会的救援队也终于到了。一众伤员们都是张着大嘴，不敢相信，那么久都没动静，他们还以为作战都结束了呢。没想到突然冒出这么恐怖的怪物来。一旁的赛金加尔可管不了这么多，让大伙儿赶紧先撤离这里再说。回到战场一边，蜈蚣仙人刚说完台词，饿狼就忍不住冲了上去，神杀拳直接就招呼在其脸上。哈哈哈，我的拳法连神都不惧，怎么可能输给你这只家伙？蜈蚣仙人嚣张的脸被揍的都说不出话来了。就在这时，饿狼突然停了下来，在他的视野里似乎能看见一个什么东西出现在天际线上。若是常人看来，那只是个黑点罢了，但在饿狼的超强视力下，能清晰的看见那只是英雄协会的救援飞机。透过飞机的玻璃，他竟然看到了比利熊。那个小鬼已经成功逃走了吗？哼！这时，蜈蚣仙人被揍扁的脸蜕了层皮，又恢复了原样。这家伙这么快就恢复了，不行，得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来。想到这儿，饿狼冲着蜈蚣仙人就大喊道：“喂，你这臭东西，不敢过来吗？”这不说还好，一说就被蜈蚣仙人发现了端倪。他伸着的长胡子指了指那飞机，说道：“看来你很在意那个苍蝇啊。你在说什么？哈哈哈！你只要敢动一下，我就让天然海用炮弹干掉那只苍蝇。”饿狼一听，果真愣了一下，下一秒，那堪比山岳的拳头就冲饿狼砸了过来。蜈蚣大行军是伴随着蜈蚣身体的蠕动，让一侧身躯的所有拳头都落在敌人身上的招式。还没完呢，配合着这一招，天然海的海大炮就冲着靶心贯穿而过，将整片地表都给砸碎了，把近里的 King 都吓了一跳。而被这连环攻击命中的饿狼就惨了，被炸起的浪花抬到了半空中，浑身都在飙血。哈哈哈！你刚才的威风去哪儿了呀？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有什么东西正在高速移动。从城市冲进的大海也没停，直接径直冲向了天然海。近了一看才知道，那正是奇遇在踏浪而行。3两步就跃到了天然海头部，必杀认真系列，认真殴打。顷刻间，天然海那巨大的身躯被一分为二，换个视角更为恐怖，就连海底都能清晰的看见。而亲眼目睹的同胞被分尸的蜈蚣仙人已经彻底愣住了。这发生了什么？一拳就打烂了天然海的罪魁祸首奇遇，仅仅是因为之前被水冲到了地底下，把他恶心坏了。这下好不容易出来了，可不想再玩水了。就在这时，奇遇脚下的巨浪里正有一艘船舰，因为突如其来的巨浪让船员们都乱了套，很快就发现舰船受损，已经无法掌舵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被掀翻了。突然间，不知谁喊了一句，还有人被留在了甲板上。所有人都看向了那道身影，和他们不同的是，这个人脑子里正思索着匪夷所思的问题。没有落脚点的话，就不太好举起来呀。哈，原来这就是冲浪的感觉吧。就这样，奇遇脚下不停地发力，控制着整艘舰船。在这滔天巨浪中，他的身影显得如此渺小。视角再拉远看，整艘舰船都以奇怪的角度行进着。还真如奇遇说的那样，他踩着舰船冲浪板，在被分尸的天然海浪花里，第一次体验到了冲浪的感觉。这场景完全可以说是新的名场面了。另一边，
还没从天人海被分尸的震撼中回过神来的蜈蚣仙人，没注意到饿狼此刻已经又杀了过来。可正当饿狼准备冲上前去时，却突然瞅见有人抢先了他一步。来人正是金属球棒，冲着蜈蚣脑袋就是一棒，怒罗岩暴打。可是，一顿乱棒砸下，连蜈蚣仙人的头皮都没砸破，来不及躲避，下一秒就被蜈蚣仙人一头撞飞了。而这正好就落到了饿狼跟前。金属球棒，哎，是你，英雄猎人！这两冤家一见面就想起来了，这一幕是何等的熟悉。同样的对手，又在同样的背景下，金属球棒一下子就来气了，一到这种关键时刻就要来搞他嘛。说这一棒子就砸了上去，可谁料饿狼留下了一句现在还不是时候，就从旁跑过去了。哎，你给我站住！球棒追着饿狼跳到了蜈蚣仙人背上，两人一前一后往蜈蚣仙人头顶跑去。球棒看出了饿狼怪人化的情况，是不会让他逃走的，但饿狼此刻可没心思和他胡闹。两人就这样一路杀到了蜈蚣脑袋之上。而此刻有一辆直升机悬在蜈蚣仙人眼前，正是不要命的媒体记者在对着摄像机播报着现场的状况。终于是惹得蜈蚣仙人不爽，就要一胡须拍死这烦人的苍蝇。金属球棒大叫不好，劈开了饿狼就冲了上去，在千钧一发间挡住了蜈蚣仙人的胡须攻击。就在此刻，一道身影掠过，饿狼一个飞跃，整个人都趴在了飞机头上，冲着里面的人龇牙咧嘴的喊道：“赶紧滚！”吓得人转头就溜了。这一幕连金属球棒都没看明白，饿狼竟然话还没说完，就见饿狼一脚踹了过来。可意外的是，这一脚擦身而过，直踹在了蜈蚣脑袋上，整的球棒是越来越懵了。饿狼一顿神煞拳招呼完，将整个蜈蚣脑袋都掀翻了后，也同步跳了下来。两人竟然意外的停手了，将目标都盯准了蜈蚣仙人。喂，你是怎么回事？不是怪人吧？怎么又是赶走直升机，又是打飞这怪物？还是人类时的你等我们现在清醒呢？你在说什么？我只是借此让全世界都能看见我的恐怖。哦，对了，提醒你一下，后面这个9叶直升机才是这个家伙的目标啊！被你们救死的小鬼们也在里面，得争取时间让他们先逃走。既然你是英雄的话，那就冲那个诱饵去吧。还可是指挥起来了呀！你算老几啊？就算你突然起心革命，我也不会和当初揍过我的怪人合作。而且之前那条蜈蚣都是因为你才没能干掉他，我一个人就够了。你给我一边待着去！哈！被人类时期的我揍成那样，还好意思说出这种话？况且就是那个小鬼，本来就是你们的主要任务，就你这样也算 S 英雄啊！两个冤家正吵成一团的时候，蜈蚣仙人趁乱挥来了大钳子，给我闭嘴！最新播报：袭击摄像组的凶恶怪人被拍到瞬间。正如饿狼所说，他凶恶的一幕真的被播放到了电视上，引得各方议论纷纷。还在医院里休养的水龙兄妹俩也正在看着电视。妹妹一脸担心的表示：“这怪人都跳到了直升机上了，都能安然无恙的逃走吗？”这时，水龙却说道：“他并没有击毁直升机呢，而且我从他的身上也感受不到任何杀气，真是奇怪呢。”金属球棒依照野蛮龙卷风，饿狼则是轰起空内拳。饿狼直取蜈蚣大脑袋，球棒则攻击腹部，对蜈蚣仙人是一顿猛吹。但饿狼发现，这蜈蚣脑袋被打碎瞬间就能破壳恢复，根本伤不到他，而球棒一撇，更是连防都破不了。这一点蜈蚣仙人当然也发现了，那个怪人的确是很难对付，但这个人类就差多了，干脆拿他当人质好了。可刚想的事儿，前一秒还默契十足的两人就拌起了嘴来，蜈蚣仙人的人质想法瞬间就破灭了。但两人吵归吵，也在思考对策。饿狼寻思着要不要将这个家伙整个打碎，球棒立马就反驳道：“要做到这一点，得需要多名 S 级战力才行。”可就在这时，蜈蚣仙人竟撇开了两人，转而冲向了救援飞机。巨型的身躯顷刻间便追上了直升机，在这紧要关头，直升机的引擎又出毛病了，眼看着就要被追上了。突然间，从机尾处响起了3声清脆的枪响，擦着蜈蚣脑袋飞了过去，正是趴在机尾狙击的一发手。因为在怪人的作战中损失了用来瞄准的电子眼，所以没了准头，这样说不定还会误伤那2位正在和怪人作战的英雄。而下一刻，蜈蚣仙人的胡须就将直升机整个给缠住了，一众伤员们都陷入了恐慌中，只有塞金加尔还沉住气招呼大伙儿冷静下来。瓦格玛和鼻涕熊被护在英雄堆里，都快被吓傻了。看着救援机被抓住，球棒是心急如焚，饿狼也在担心着鼻涕熊。蜈蚣仙人仗着人质在手，当然也知道这两人不敢再轻举妄动了。而这时，直升机上，鼻涕熊透过打开的机舱，一眼便看到了饿狼的身影。他这才知道，原来一直是大叔在和怪人们战斗。可这个时候，蜈蚣仙人的拳头已经冲饿狼砸了过去，当然还有金属球棒。蜈蚣大行军，又是那招连环拳击，成百上千的拳头将饿狼淹没。金属球棒就更不用说了。直升机上的众人都关注着战况，这时机械超能力冲一发手说道：“就由他来做一发手先生的眼睛吧。”战场上，蜈蚣仙人伸出了巨手，一把将饿狼抓在了手心里，就准备直接捏碎。突然间，饿狼瞪大了眼，他猛然发现直升机上似乎传来了异样。而此刻，在机械超能力的协助下，一发手果然能看清现实的状况了。
就在蜈蚣仙人仰头欲要施力的一瞬间，子弹倾泻而下，将他给打断了。饿狼也没闲着，开始发力，撑开了手掌，在钳子落下的前一刻跳走了。紧接着就是一套组合拳招呼在蜈蚣仙人脸上，看得直升机上的众人热血沸腾。虽然还不知道这是哪位英雄，赛金加尔看着默契合作的众英雄也是会心一笑，选了这些人果然是没看走眼。可话音刚落，就见一发手愣在了原地，老毛病又犯了，关键时刻竟然卡膛了。而此刻饿狼打完了一套后，就火速赶回来拆着困住直升机的胡须了。但蜈蚣仙人恢复速度奇快，瞬间就又杀了过来。千钧一发间，一道声音传来：佛持一里大螺旋，来人正是金属球棒。这一击将蜈蚣仙人的胡须整个给砸断了。饿狼借机将直升机给抬走了。此刻的金属球棒浑身溢血，正是气势拉满的最强残血时刻。饿狼见状也是嘴角一笑，这家伙果然还是老样子。而蜈蚣仙人就理解不了了，这人类为什么重伤反倒是变强了？球棒一笑，表示男人在保护他人的时候才是最强的时刻。说罢，他转头冲着饿狼喊道：前边500米有张超大的网。饿狼定睛一看，果断将直升机跑飞了过去，精准无比的被大网给接住了。救走了人之后，那么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决胜时刻。球棒和饿狼的状态拉满，眼里都冒着一股火，他们都清楚这种怪物必须在这里解决掉，不然后患无穷。而蜈蚣仙人一边丢了人质，也正憋着一股火，准备放大招了。只见他身子开始旋转起来，渐渐的竟成了一个巨型钻头，6666组大穿孔，宛如山岳般的大钻头向两人压了下来。饿狼旋风流水手势一起，球棒则气势十足。下一刻，两人同时出招了，焦崖龙杀、野蛮飓风拳，两种不同的招式竟然意外的组合了起来。蜈蚣仙人浑身上下都响起了破碎声，他搞不明白这两人一个是怪人，一个是英雄，怎么会有这样的配合？虽然看上去两人一点合作的意思都没有，但意外的是使出的招式竟然成了合体技。两人力量上的差距很大，但力量的性质却很相似，共鸣和增幅。球棒就像是被饿狼拉了一把，破坏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每一击都能敲碎他的外骨骼，他绝不容忍被这样的虫子伤到。球棒被一拳砸飞了出去，但此刻饿狼的拳头也落了下来。同样的是，饿狼的拳头也在共鸣下变得更为恐怖。这一拳竟然直接在蜈蚣胸口开了个洞，这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结果。他低头看着胸口的巨坑，竟然发现无法再生了。只见饿狼手里正提溜着一块心脏状的东西，哼，这个就是能再生的核心吧？果然是这样的，每当你再生的时候，都会放出一股气。在这之前，我见过类似的东西。说罢，饿狼身子往后一仰，随后猛地将心脏抛到了高空中。蜈蚣仙人骂骂咧咧地冲了上去，饿狼也紧随其后。而此刻，地面上的金属球棒已经奄奄一息，嘴里还在喃喃道：“一定要赢啊，混蛋！和你的胜负就留到下次再说吧。”你在这里做什么？被丑陋大总统撕成两半的甜心假面，此刻捂着脸提着裤子，竟然已经恢复如初。而在他眼前的是一个长相消瘦的帅小伙，满头大汗，肚子正不停的咕咕叫。比较奇怪的是，他穿着的衣服似乎不太合身。甜心假面，我正想问你呢。我被一个很恐怖的怪人把我的紧身裤给打飞了。他当然不能说实话了，万一这是媒体的人，那不就坏事了。说着，他捡起了地上的一件黑色东西，裤子被松掉后露出了花白的屁股。之前你是打算露营的吗？先把这个帐篷借我用用。小伙很想说，其实那不是帐篷，是他的外套。随后贾冰将其当作裙子系在了腰间。跟我来吧，我送你到安全的地方。我还要赶紧赶回前线呢，一定要让那个混蛋付出代价。可谁知那小伙子脸色难看道：可是要是再不吃点东西，我就动不了了。说着，竟然开始啃食起被撕成两半的牙龈残躯。这场面属实令人毛骨悚然。得亏是甜心假面，心里疑惑着这家伙看起来也不像怪人啊，但他也没多问。既然这样，他道了声别就离开了。人走后，小伙张开着巨口开始吞噬，而就在他背后的天穹之上，正上演着一场追逐战。蜈蚣仙人正追着被饿狼抛飞的心脏，迫切地想夺回来恢复力量。殊不知饿狼此刻正攀附在他背上，等待着时机。拉长镜头才会发现，这蜈蚣仙人追着冲出了天际，但其身躯竟然还没完全展露出地表，可见其身长有多恐怖。终于在一刻，他追上了心脏，用胡须将其包裹，就要往回拉。可就在这时，饿狼终于动身，直冲向了蜈蚣脑袋。嗖的一声，他化作一道白光窜了出去，接着竟转过方向踩在了心脏上，直面蜈蚣脑袋。脚下猛地一发力，恐怖的力道竟直接令心脏整个炸裂。刹那间，饿狼就已经逼至蜈蚣脑袋前，手里流光四起，竟然不是拳头，而是一记手刀。这招没有名字，仅仅是来源于曾经的一个练习——劈瓦片。让我来看看新人们的实力吧。哼哼，那就先让我这个前辈来做一下示范吧。嘿，啊，好痛啊！这是什么东西？
我话还没说完呢，这是陶瓷制品，可得小心点啊！那种东西怎么可能劈得开呀？哼！哦，这家伙，哼！哦，真可惜，最后一片没碎掉呢。那个时候的他就像是击碎的瓦片，武道之力就差这临门一脚。然而此刻的饿狼已然达到了那个高度，手刀狠狠地劈在了蜈蚣脑袋上，一刹那光芒四起，饿狼如一道流星般撕碎了蜈蚣仙人的脑袋，远远看上去就像夜空中的灯塔，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此刻的他已然达到了武之极致，顺着长达1000计的躯体一路劈下去，直到撞到海面上才停止。此刻在饿狼眼里，这蜈蚣仙人并不是什么神法，而是祝福。我的拳法已经完成了。身后是被劈成2半的蜈蚣仙人，饿狼摆着手势自语道：“这次我全部劈开了，臭老头。”天心假面在赶到战场救下了已经晕厥的金属球棒后，便看到了蜈蚣仙人被1分为2的壮举。他一时间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就在这时，他瞅见不远处正有个奇怪的东西，仔细看去，他顿时青筋暴露。那是怪人吗？是想趁闪光 Flash 没有意识干掉他吗？事实上，此刻的眼子正焦急地摇着 Flash， 让他快醒醒。突然间，身后传来了异样：“给我去死吧，怪人！”可这一拳被什么东西给截住了，似乎还有点大。原来那正是奇遇的巨型舰船冲浪板。被牵飞的几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见紧跟舰船而来的呼啸海浪涌来，瞬间将几人卷了进去。哦，这是奇遇军呐，奇遇军人呐！舰船冲出来，直奔着 King 而来。正当 King 手足无措时，听得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真不愧是 King， 竟然救下了龙卷吗？ King 回头一看就傻眼了。你们来人正是由垂涎领头，自称是新萃血组的大家。仔细一看，一半的人都不认识呢。撇开这抱着半截人的胡子不说，这一手拎着黑光，一手抱着僵尸男，还背着帮姑2兄弟的熟悉又陌生的面孔，这谁呀？这时吹雪大喊着姐姐冲上前来，一脸着急的表示一定要坚持住啊姐姐，我这就把力量分给你。身后的弹簧胡子突然关心道：“你还能承受得住吗？”毕竟他师傅的命一路上来都是吹雪在吊着呢，可关乎着姐姐的事，吹雪可管不了那么多，一手一个就开始治疗，还不忘回头让胖版的背心尊者来搭把手。吹雪正分身乏力，但背心尊者可看得很清楚，眼下还有个大问题，那正冲他们冲来的巨大舰船。龙卷，在我的背心超越你的超能力之前，你可千万别死啊！嘿！说罢，他竟一口气将所有人都举了起来，并冲 King 喊道 ：“King， 吹雪正在替伤者治疗，你先到甲板上去，准备接应大家。”这话一出 ，King 就傻眼了，结巴的说道：“我的力量冲击力太大，恐怕会对伤者不太好，还是用超能力吧。”话还没说完 ，King 突然瞅见甲板上正蹲着一道熟悉的身影，正是许久不见的奇遇君。等一下，已经没事了，就这么等着就行了。背心和吹雪都是一愣，就在这时，奇遇突然小跑到甲板碎裂处，脚下猛地一蹬，整艘船舰像是滑板一样，强行改变了方向，速度骤减。但彻底看清了舰船大小的众人更惊恐了，照这速度，他们还是要遭殃。可接下来，奇遇又有了动作。一股向下的力量施加在甲板上，就在整艘船都快被拦腰踩断后，被奇遇这一脚踩进了地里，终于是刹住了车。要是再慢上1秒，后果不敢想象。不过抬头一看，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貌似海浪通过甲板飞跃而过，在这个角度下，竟意外的形成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当然，此刻最恼火的还是船里的船员们了。可就在这时，几人的上空突然出现一道巨大的黑影，没待几人反应，就猛地砸了下来，正是蜈蚣仙人的残躯。若不是恰好又被舰船给撑住，他们全都要变成肉泥。众人暗自庆幸时，也顺理成章的将这功劳算在了 King 身上。还好是 King 提醒，不然那会儿扔出去的话就危险了。而此刻的 King 想的只有，奇遇军果然很乱来呢。可这时，因为蜈蚣仙人的落下，两侧的海水倒灌而来，众人一时间是进退两难，根本没地方可逃了。巧了的是，甜心假面和金属球棒以及眼子和 Flash 也被冲到了这里，眼看就要被海浪给一锅端了。就在这紧要关头，在蜈蚣仙人的背上有一道身影正狂奔而来，一个飞跃径直冲进了海浪里。来人正是吞噬了牙龈重获力量的诸神，来不及招呼，他直奔众人而来，张开了巨口，直接将所有人都吞进了肚子里，下一刻就被淹没在汹涌的浪潮里。很快，这片地带就彻底没了动静。而就在战场中央，饿狼正独自站在废墟之上，也不知道那个怪物怎么样了。就在这时，一道身影落到他身后。请问你是个什么鸟玩意儿？混乱的战局在海啸后归于平静，只剩下饿狼孤零零地站在废墟上。那些已经倒下的 S 英雄们都到这种时候了，还不来阻止我？看样子是被干掉了吗？
我的拳法已经完成了，绝对之恶我也会贯彻到底，已经没有人能阻止我了。对，本应该是这样才对，但我为什么心里还是很不爽？总感觉忽视了某个绝不能漏掉的不安因素，究竟是什么呢？完全想不起来了。哦，对了，那个海里的怪物怎么突然没动静了？就在这时，奇遇从天而降。请问你是个什么玩意儿？饿狼看着这陌生又熟悉的面孔，一时间没想起来是谁，不过口气倒是不小，心想这估计是漏掉的某个杂鱼吧。又看了眼奇遇，饿狼眼神坚定了下来，这一次他一定会遵从内心的声音，去完成只有他才能做到的事情。我是怪人饿狼，是要把整个人类打入深渊，成为绝对之恶的怪人。我要把那些狗屁英雄们看不见的痛苦施加在这个世界。奇遇一时间给听懵了，绝对恶还是恶吗？我看你刚才不是从大蜈蚣手里救下了那直升机吗？还有那条大蜈蚣也是被你干掉的对吧？我记得还是单手劈成了2半。饿狼听得眉头一皱，那种情况下这家伙竟然还看得这么清楚吗？哼，绝对的恶同样也是绝对的强者，我需要那些家伙将我的恐惧宣传出去。首先便是要让所有人见识到我比任何人都要强。就在那个时候，救下鼻涕熊，他嘴里也在喊着，让对面的英雄们看清楚，这是属于怪人的胜利姿态。不过说了半天，奇遇还是一脸懵。行了行了，怕了的话就赶紧滚回家去。今晚不只是怪人协会，英雄协会我也同样会灭掉。我会让你们所有人都清楚我的力量。侥幸存活下的英雄，要么臣服于我，要么继续反抗，最终被我全部击溃。行了，我知道了。总之你不是怪人就行了。啊，你这家伙到底有没有听我讲话？你看起来也不像是怪人，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动手了。奇遇的话令饿狼一愣。哈，本来我今天是来处理噪音问题的，结果家给我搞没了，现在还得像赶海一样把家里的东西捡回来。别说是你了，我现在都想把地球给毁灭了。奇遇这宣泄情感时恐怖的气势让饿狼浑身一颤。只见奇遇接着说道，刚才有个叫怪人王的家伙被我一拳揍飞，我在这发泄了一下，然后就看见造型还挺酷的你，结果不是个怪人。反正我不管你是不是在玩什么怪人过家家，总之注意分寸就行了。我走了。这家伙刚才的气势，他究竟是谁？总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他。喂，你没听明白吗？要是这么看清绝对之恶，那就别怪我了。饿狼心里想着稍微教训下这傻子就行了，结果却意料之中的被奇遇一拳干飞了。抱歉，你突然冲过来，情不自禁就一边螺旋升天，一边听着奇遇的话，饿狼终于想起来了，这种感觉他曾经好几次感受过，这一次还有这一次都是这家伙，他终于搞清楚了。哎，我好像记得饿狼这名字啊。原来他就是我撞见过好几次，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超级强的秃头，我竟然把这个最不稳定的因素给忘了。饿狼和奇遇开打的同时，之前被饿狼赶走的救援直升机也安全的靠岸了，伤员们都平安无事。奇遇一拳将饿狼打飞，终于是让饿狼想起了曾被这秃子支配的恐惧。而就在两人开打之际，战场不远处，救援直升机将伤员成功送到了地面上。因为陆地被海水淹没，所以接下来就得靠皮艇走海路了。赛金加尔安排着大伙有序的先将伤员送上皮艇。这时，闪电麦克斯皱着眉头说道：“奇怪，刚才那两只巨型怪物好像都在一瞬间被劈成2半，也不知道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定是大叔。”一旁的鼻涕熊突然插嘴道：“一定是大叔替我们打败了怪物，他是一名非常强的英雄。”几人都疑惑地看向了鼻涕熊，无人其实问道：“是不是一个穿着背心的大叔？”鼻涕熊也不是很确定地回答道：“好像没有穿背心吧。”就在这时，地面突然猛烈地震动了起来，只见远处的夜空上不但有白光闪过，还伴随着剧烈的轰鸣，所有人都吓傻了。这恐怖的动静，难道又有怪物要出现了吗？赛金加尔也是眉头一皱，能产生这种惊世骇俗的动静，不管是敌人还是友军，都是超乎常理的存在。说的一点都没错，此刻在夜空之上打得震天动地的正是奇遇和饿狼，整片夜空都挤满了两人交手的残影。只见奇遇一击直拳被饿狼俯身躲开，接着他抬起了脚，冲着奇遇一脚就踹了下去，直接将奇遇轰飞向地面，砸的地表激起了大量的碎石。借着这些腾飞的石块，饿狼化作一道闪电又冲向了奇遇，而奇遇正忙着将身上的灰尘打掉，抬起头来时，饿狼的拳头就已经劈了过来，准确说应该是那一击曾劈开过蜈蚣仙人的神级手刀，直接劈在了秃头上，恐怖的力道震碎了周围的地表，但只能堪堪将奇遇砸地的身子就动不了了。下一刻电闪雷鸣，饿狼又加了把劲儿，
但奇遇似乎正做着熟悉的动作，面目已经开始狰狞，手上的力量也在不断攀升，但饿狼总感觉这兔子是自个儿蹲下去的。顷刻间，奇遇直起身子，将饿狼的手给顶了回去，可没想到这一下竟然将饿狼的整只手都给顶碎了。奇遇还一脸不爽的表示，突然就缠着我是要干嘛呀？只见下一刻，饿狼的断手竟然瞬间再生。算了，反正还有事情要问你，那个，你能不能好好听人说话呀？奇遇这一拳又给饿狼打懵了，激起的浪花飞出去近100米，竟然直冲救援队的人飞了过去，几人赶紧往后跑开。接着一声轰鸣，饿狼被砸进了岸边的石头堆里，水花散去，众人这才看清了局势。饿狼被打飞而形成的鸿沟被海水填了进去，将周围的地表都给露了出来。看着脚下石头堆里仅剩的一只腿，众人都是目瞪口呆。下一刻，就见饿狼喘着气儿冒了出来。一见的是饿狼，比利熊喊着大叔就冲了过去，闪光 Max 都没反应过来，不过他还是听见了比利熊嘴里在喊着大叔。赛金加尔也附和道，好像刚才和蜈蚣怪人打的就是他。而此刻，饿狼的心态已经被奇遇打崩了。就在我要实现夙愿的关键时刻，这个最大的阻碍出现在我面前。如果不打败这家伙，我就成不了绝对的恶。心里越渴望，饿狼的身形就越可怕，越来越趋近怪物了。可怜的比利熊刚跑了过来，就被饿狼的恐怖模样给吓傻了。闪电 Max 几人也吓了一跳，这明显就是怪人。下一刻，他和 Snake 就冲了过来，护在比利熊身前，将他给抱走了。这是怎么回事？这副身体难道是因为我的愤怒产生变异了吗？一众人带着比利熊赶紧登上了皮艇，现如今已经没有余力再和怪人战斗了。赛金加尔下令全员撤退，可船已经发动了，众人才发现比利熊突然不见了。回头一看，比利熊不知何时竟然已经下船了，力量在不断增强。这样的话，低头一看，比利熊正瞪大眼看着他。好，你这小鬼还活着呀？比利熊一愣，这话曾经也听大叔说过。这果然就是饿狼大叔，虽然吓得浑身都在发颤，但比利熊还是鼓起了勇气说道：“大叔，你果然就是英雄啊！”你要我说多少遍才明白啊，小鬼！我这样子哪里像英雄？给我好好看清楚！我可好不容易才成为真正的怪人。话还没说完，就被比利熊打断了。大叔是英雄，刚才是第4次，不管我在什么地方遇到危险，大叔都会赶来救我。对我而言，你就是最棒的英雄，所以拜托你不要再扮演怪人了。2道一高一矮的身影在月光下都佝偻着腰，显得格外落寞。比利熊哭着说道：“他真的很讨厌大叔总是被别人误解。”听了比利熊的一番话，饿狼低着头沉默不语，感受着那道偷来的目光，饿狼心里还在欺骗自己。又是那副表情，我明明已经可以让你见识到怪人胜利的时刻了。这时，奇遇突然走了过来：“喂，你是叫饿狼对吧？真是的，老头子怕是要哭了。狩猎英雄又到处踢馆。”这会儿还玩起了怪人过家家，把人小孩都给弄哭了。这么大人了，还动不动就发脾气，难道是因为长得不像怪人才生气的吗？毕竟你那 cosplay 还挺不错的呢。又在外面套了一件吗？饿狼没有理会奇遇，而是对着比利熊说道：“臭小鬼，你给我看好了，从现在开始，我要毁掉你的价值观，告诉你英雄有多无力，要救你的人和杀你的人，我都不会放过。最后活下来的我，将作为绝对之恶降临世间，将那些曾经伤害过你我的一切事物都了结掉。”听饿狼的口气，好像是要和对面的英雄打一架。比利熊赶紧劝道：“再这么下去的话，大叔就真的要被当成怪人了。你是想要和我打吗？那就来啊！你是在害怕吗？白痴！”被一再挑衅的饿狼直接就一脚踹在了奇遇脑袋上，给比利熊都给看呆了。但下一秒，饿狼就傻眼了，只见奇遇仅仅是略微扬了扬头，就摆正了脑袋。这下比利熊才是真的看傻了眼。奇遇摸了摸他脑袋，表示不用担心，不会受伤的。被无视的饿狼又是暴起一脚踹了过来。换个地儿打吧。比利熊张着大嘴不敢相信。只见奇遇接着说道：“你希望我阻止他，而不是打倒他，对吧？”比利熊一愣，接着用力的点了点头。好的，你就放心交给我吧。奇遇随手一拳将饿狼打飞近100米，让饿狼的形态又发生了变化，越来越趋近怪人了。为了让比利熊安心，奇遇决定亲手将饿狼打回原形。被一拳打飞的饿狼此刻心态已经不太妙了。可恶，我明明感受到了怪人化的加速，已经变强了太多，但还是完全感受不到差距的变小。这时奇遇跳了过来：“喂，我说你到底想干嘛呀，饿狼？听说你在到处狩猎英雄，我还以为你和英雄有多大仇恨呢。结果你不但和英雄合作，干掉了大蜈蚣，还救了那直升机。你要是想做那种事，干脆直接当英雄不就好了？为什么非要模仿怪人呢？”少在那放屁！我什么时候和英雄合作过？我那只是偶然碰到那个拿球棒的傻子，所以就利用了他。单独行动不注重效率的话，那就永远达不到目标。目标？
绝对的恶嘛，类似世界和平那种。饿狼怎么也没想到，这说了半天，究竟是怎么扯到世界和平来的？毕竟有小孩子哭着求你回头是岸呐。饿狼一愣，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回答。其余接着说道：“那孩子这样都不逃的，真是有勇气呢。你就不能稍微体谅一下他吗？”给我住嘴！话说的饿狼又急眼了，既然跟这秃子说不明白，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只见饿狼直接撑开了其余的拳头，又是熟悉的手刀砍在其余脑袋上，另一只手也冲面门招呼了上去，紧接着是一记正面肘击。只说了半天都还没发现，此刻的饿狼体型竟然如此巨大，整条手臂都快被其余的躯干足了。而这时吃了手机的其余并没有被打飞，而是用双手抱住了饿狼的手臂。可还没发力，饿狼就将另一只手插进了其余双臂之中，用奇怪的姿势缓缓撑开了其余的手，随后一拳砸了下去。紧跟着是一瞬间会出无数拳的神杀瞬击，将其余狠狠砸进了地里。还没完，手上的拳头仍是不停地砸向地面。可就在他欧啦欧啦的途中，其实其余早已经从另一头钻出来了。你这动作也太奇怪了，根本没打中我嘛！这就是武术嘛！饿狼一边划着手击碎了其余扔来的石块，一边表示这是巅峰的武术招式。话音落下之际，又向其余挥来了拳头。这一次其余没有应接，而是闪身躲过了所有的拳头。这家伙仅凭身体反应速度和爆发力就躲开了我的招式，但这体术明显只是个菜鸟，破绽太多了。我能不停地预测你的下一步还有下步，你输就输在太缺乏技术。神杀升级！这一脚直接将其余踢飞向城镇里，巨大的冲击力将整栋大楼连根拔起的同时，还接连撞碎了3栋10几层楼的大厦。还没完呢，一道流光在夜空中炸起，饿狼以肉眼难测的速度追了上来，双手合并就是一发大发劲。虽然搞不明白这又是哪门子招式，但其威力确实不俗。在劲道打进大楼的下一刻，原来这是一招隔山打牛的毁灭性杀招。后面的楼层已经全部化为了尘埃，只有被正面击中的第一栋楼还保留着基本模样，但紧跟着也倒在了废墟之中，激起了漫天尘埃。饿狼的身影缓缓从尘埃里浮现，骨骼和肌肉再结实，内脏还是没办法锻炼的。就算是那家伙在内脏被冲击波炸穿的情况下，恐怕这辈子是无法进行英雄活动了吧？什么？就在这时，两人身后的地板突然冒出一堆人来，某人发现这头上的大楼怎么全都消失了。其余这一询问才得知，原来这些人是地下避难所的管理人员，在听到广播发出这片区域的紧急撤离通知后，就去确认是否有人还没来得及逃出来，结果就被关在了下面，喊破了喉咙都没人来救援。得亏是刚才大楼和瓦砾都被轰成了渣子，他们才得以脱困。正想着该如何向拯救了他们的英雄表达谢意时，就见其余指着饿狼表示：“别，都是这家伙干的哦。”几人把目标看向了饿狼，顿时被吓了一跳。可即便是被吓得浑身发抖，但他们还是哆嗦着向饿狼表达了谢意。真的非常感谢您。再加上这标准的90度鞠躬，属实是把饿狼给整懵了。不等他反应，其余就让这伙人赶紧去避难了，甚至其中那妹子跑到一半还回头鞠了一躬。本来挺好的气氛，瞬间就尴尬了起来。嘿嘿，绝对的还是挺乐于助人的嘛，不愧是你计算了那么多步呢，你说是吧？武学巅峰，你是在故意找茬是吧？一个被气得发抖，一个则乐在其中。这场战斗越来越往奇怪的方向发展了。而就在战场不远处，由于一场意外的火山爆发，政府正组织人手将居民有序撤离到避难所。艺术的岩浆将会在不久后将这片山村化为废土，无数人都将在一夜间变成无家可归之人。可突然间，火山另一头好像有奇怪的光亮传来，逃难的人还以为是火山喷发引来了闪电，可实际上那只是其余和饿狼打着打着就打到这边来了。饿狼的形态在战斗中再次发生了变化，不仅手脚更趋近于怪人化，就连一对硕大的肉翅都冒了出来。除了手上的拳影依旧迅猛外，此刻的饿狼已经完全变成了怪物。哦，好像稍微变好了一点吧，只是一点嘛。饿狼的一拳正好将奇遇砸到了火山半身腰上，而奇遇不仔细看的话，还以为是四肢被打散架了呢。接着就是饿狼的乘胜追击，随着一声巨响，整座火山都在这一击下破碎开来。逃难的人群瞬间化为吃瓜群众，将这惊人一幕给记录了下来。也有人突然发现，那座火山在破碎之后，竟然连岩浆都转而流向了山的另一头。稀里糊涂的，这场自然灾害就被完美解决了。现场传来了一片欢呼声。而这拯救了一村子人的救世主，此刻还将奇遇摁在地上，但下一刻就被一拳打在下巴上，整个人被轰飞了出去。拥有了肉翅的饿狼已经可以悬立于空中了。这样都没事吗？被冲击波贯穿后，将身后的东西都给打碎了都没事。也就是说，这家伙比整座山还要。这里能明显看到奇遇的肚子竟然露出个大洞来，不过看奇遇那轻松的模样，估摸着应该是饿狼的臆想了。这时候奇遇注意到了那不远处被拯救了还在呐喊的村子。哼，就算你没打算那么做，但结果总是好的。我猜你可能和 King 有点像呢，你的英雄第六感很好呢。在被海水淹没的废墟上，本已经撤离的伤残人士们，因为前不久鼻涕熊擅自跳船去找饿狼了，所以大伙儿决定回去把鼻涕熊找回来。
船才刚靠岸，瓦格玛就被吓得鬼叫了起来。岸边好像有一具被淹死的尸体，还以为是没来得及逃掉的居民，死状也太惨了吧。塞金加尔还贴心的捂住了瓦格玛的眼睛，无证骑士几人甚至都开始给人超度了。结果将尸体捞起来一看，原来这是诸神啊！看那状态，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大碍。而此刻，另一边饿狼和奇遇的战斗是愈演愈烈。饿狼的拳影快得肉眼难以捕捉，宛如同时挥出了几百拳，将奇遇从地面打到了空中。但越打他是觉得越离谱，不管是速度、招式、力量，还是出拳术都没用，到底要怎样才能打到这个家伙？而奇遇面对着密密麻麻的拳影，不仅毫无压力全部躲掉，还乐在其中，问起饿狼来：“挺不错的嘛，不过你这到底是几只手啊？”话音一落，抽剑停下来的饿狼，奇遇才看清，这货好像是又多长了一对手臂呢。饿狼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实在是拿奇遇没办法。既然出拳术也没用，那就直接上大招了。只见他双手突然推在奇遇身前，整个身子都往下一压，另外2只手臂也没闲着，迸发着火光。下一刻就光芒大涨，往后一发力，整个人都宛如台喷射机，将奇遇径直推向了地面。狰狞的面目发出怪物般的怒吼，带着奇遇狠狠地撞向了地表。2人的身影化作一道流光，撞在一座高峰上。此招正是他一击轰碎3栋大楼的隔山打牛神技，大发劲的升级版极发劲。整座高峰在这一击之下，宛如一座活火山般陷了进去。而大洞之内，耀眼光亮中传来阵阵轰鸣。这样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但换个视角就能看出饿狼的这一击影响的可不仅仅只有地表那么简单。加强版的隔山打牛神技形成了一阵阵波纹，不断的放大、延伸和传递，竟然直接穿透到地球的另一边。而此刻，这里正有一架失事坠海的旅游客机，根本没注意海底之下正在发生变故。落难的乘客是某学校出来参加休学旅行的学生，出现这种突发事件是乱成了一锅粥，都一股脑扎在客机顶上。有人无助的喊着父母，有人在祈求神明大人，也有人在疑惑英雄和救援队之类的怎么还不来。就在这时，人群里最应该站出来维持秩序的中年老师，却先一步跳上了唯一一艘逃生艇，以老人优先为由，恬不知耻的丢下学生先逃跑了。但下一刻，他后悔也来不及了。只见整个海洋地壳拔地而起，硬生生在海洋里凸起了一整片大陆。落难的客机也因此得救了，只是凸起的地壳较地表来说还要高上一些。而能先一步逃走的小艇被挂在了滔天瀑布上，不过好在被什么东西给接住了，似乎是某个地底下古老的遗迹浮出了水面。冲着龙头来看，显然不是一般的遗迹。而就在饿狼这一拳引发地壳突变的一瞬间，就被身处次元空间的爆破给察觉到了。地球的空间、磁场和重力都在一瞬间发生了扭曲，究竟是怎么回事？说着，爆破打了个响指，就准备一看究竟。这不看还好，一看大伙儿就吓了一跳。只见地球的一侧表面竟然成了不规则形状，难道说地球这是在膨胀吗？队员里长着人类面孔却是一对精灵耳的一族女表示，这看上去好像是地壳发生了变化，潜藏在海底的地壳受到某种力量被抬到了地表上。一旁长得跟波罗斯一个母子的队员来了兴趣，这种力量究竟来自何人？剩下的狮子头队员却表示，他不认为在地球上有人能做到这种程度，应该只是地壳异常的变动吧。不过比起地球那边，还是先关心眼下吧。狮子头话音一落，鲍勃才反应过来，手上还有活没干呢，次元封锁就快被突破了，得抓紧时间修复才行。能让爆破领头的队伍在这异次元阻挡的敌人，估摸着便是那赐予流浪地能力的神明了。回到另一边，饿狼这一击带着奇遇不断的深入地下，手上的力量没有丝毫的减弱。但饿狼定睛一看，才猛然发现奇遇的眼神似乎发生了变化。连续普通拳，这一次换作是饿狼被拳意淹没，满脸都是恐惧。深不见底的巨坑里，一抹光亮开始急速变大，眨眼间就呈螺旋状冲了出来。挨打的一边从奇遇换成了饿狼，我的出拳比他多了1倍，但根本招架不过来。刚想的是饿狼多出来的2手臂就宣告破碎了。这时候他才恍然明白，原来那会儿蜈蚣仙人登场时所说为了消灭和神作对的禁忌之拳，饿狼还一直以为是在说他呢。这会儿他才明白，原来指的是眼前这个超乎常理的秃子。奇遇结实的一拳将饿狼直接轰飞了出去，接连贯成好几座山峰砸在海面上。刚才还威风凛凛的饿狼像个水漂一样在海面上滑行了一段时间，才停了下来，安静地躺在海面上，被激起的水花像是雨点般打在身上。这一刻，饿狼才真正的放弃了战斗姿态，大口喘着气儿。奇遇也落了下来。饿狼，这下你满意了吧？看着还一脸轻松的奇遇，饿狼只感到深深的无力。招式、速度、力量、出拳术，我所有的方式都不行吗？已经到此为止了吗？若是绝对之恶要就此破灭的话，那至少得在这个家伙的拳头下。想到这儿，饿狼突然笑了起来。奇遇不禁问道：“你在笑什么呢？”饿狼没有回应，因为他已经在内心深处放弃了那天真的想法。是啊，原来我是这样迎接死亡的。喂，你差不多行了，再这么打下去也没用的，你应该已经明白了吧？你这家伙，杀了我吧！你不是英雄吗？饿狼，你果然对英雄有意见啊，不妨都说给我听听吧。等等。这么站着说话也不方便，站着说话不方便，那就进屋来好好谈谈人生理想。此刻的饿狼撇开这大块头的模样，活像是犯了错被家长训话的孩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麒麟。昨天晚上，孙俪老师突然发推，将一拳最精华209话又给重画了，将疑似波罗斯兄弟的画面模糊掉，但也追加了更加劲爆的场面，让次元外的神明将士和饿狼融为一体，饿狼的最终形态诞生。这一下子，饿狼的逼格是彻底拉满了。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话究竟有哪些地方进行了重画，删除了什么内容，又新添了哪些剧情呢？首先，封面图从原来的曝光过度变成了黑白更加分明、更具有立体感的饿狼。开篇没有变化，仍旧是一行人决定回去找瓦格马士，发现诸神飘在水面上。接着画面一转，来到饿狼一边，新增了一张黑乎乎的半身照，然后冲奇遇挥出了无数拳，将其打到半空中，奇遇从容躲开，这些都没变动。接下来从原本的奇遇吐槽饿狼多了双手，变成了奇遇单手接下饿狼的拳影。饿狼的感悟，什么速度、招式、出拳术都没用，这些都放到了后边。这里改为了饿狼对自己的否定，想起了之前他阴差阳错救下的那些人，觉得自己竟然会因为这种事而动摇，太没出息了。越想越生气，便汇聚力量将奇遇推向了地面。轰碎整座大山的大发镜的升级版极法镜也没有变化，随后便来到了重要转折点。饿狼这一拳的威力影响到了地球另一边，落难客机和海底地球拔地而起，以及海底遗迹的出现都没变化。这里唯一的改变便是删除了地球膨胀的画面和神秘队员们疑似波罗斯兄弟的露脸，浓缩成了2格，只是简单交代了爆破发现地球空间扭曲，那个家伙要突破了，就忙着去修复了。接着饿狼和奇遇的战斗基本没变化，连续普通拳将饿狼打得怀疑人生，一拳给轰飞到海面上。看着无敌的奇遇，原本是饿狼在选择最后一波被奇遇轻松接下后，就被迫开始了架斩驯化环节，这些全都删除重画了，变成了饿狼即便知道奇遇不讲理的实力后，还是选择了放手一搏，结果被奇遇一拳从壳里打回了原形。突然间，海面上出现了一道恐怖的旋风，漆黑的夜空上似乎有一道声音在说：“我听见了。”奇遇似有所感地看了过去，画面又转到了诸神一边，诸神将肚子里的吹雪一帮人吐了出来，吹雪组的人也赶到了。无证骑士从人群里看到了背心尊者，热情的打招呼，但此刻的背心已经是被治疗后的胖版背心了。这时闪电麦克斯看向了海面，那里的云层已然变成了这副模样，就像是将地球和月球连在了一起。就在这时，一道刺眼的光芒从云层里亮起，下一刻一只山岳般粗壮的脚掌就落在了海面上，顿时风云四起，电闪雷鸣。紧接着在他身后不远处，第二只脚也落了下来。难以想象这双巨大脚掌的主人是何等的庞大，但诡异的是，在旁人看来，那里只是突然出现了2朵奇怪的云，并没有其他动静，就连奇遇也同样如此。也就是说，人类并不能看到这双脚掌。而饿狼此刻正缓缓漂浮在其中央，在他脑海里，有人在向他说道：“饿狼啊，你绝对之恶的夙愿，因为一名英雄就要终结了吗？你认为唯一能对抗与神作对的拳是什么拳呢？”饿狼问道：“你究竟是谁？到底想说什么？”突然，脑海里的声音慢慢变得熟悉了起来，变成了邦古的模样，向他伸出了手，表示没有师傅会这么看着徒弟拜拜。来吧，饿狼！就这样，男人借着邦古的模样，让饿狼接受了他的力量。下一刻，云层里的面貌浮现而出，赫然正是那神明的模样。奇遇望着那漆黑的夜空，似乎感受到了异样，自语道：“有什么东西要来了。”话音一落，饿狼便从天而降，又变成了全身缠满绷带的模样。奇遇也发现了，询问道：“饿狼，你是又换衣服了吗？”觉得有些看不清，奇遇揉了揉眼睛，眯着眼睛看了过去，只见饿狼低着的脸上早已没了人类的面貌，而是变成了一片虚无的星空。给奇遇吓了一跳，忙问道：“你这个脸是怎么回事？”饿狼发出奇怪的声音，表示能和与神作对的拳相抗衡的是神之拳。奇遇吐槽道：“这声音怎么听起来像是在浴室里说话？”随后便见饿狼挥动着拳法冲向了奇遇，这个形态名为觉醒饿狼的宇宙模式。邦古的流水岩碎拳是在激流和波纹的力量流动中诞生的，在此基础上用身体表现出来，并以拳法铸成绝技。饿狼能短时间复制任何招式的能力也是由此而来。但现在的饿狼理解了宇宙万物的力量流动和其运作方式，最终诞生的拳法名为全生命体根绝拳核裂变。饿狼的拳头上仿佛汇聚着撕裂一切的力量，要知道原子弹的能量来源就是核裂变。这一拳结实的打在奇遇面门上，顷刻间整片空间都被炸亮了。那爆炸的场景的确和原子弹有得一拼，形成了100米高的球形屏障。爆炸引起的冲击波让不远处的一众英雄们都睁不开眼。那曾被奇遇当作冲浪板用过的舰船上，也响起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警报声，船员们瞬间冷汗直流。这个警报声是专属于核打击的。饿狼的拳头还未停下，每一击都能产生一个吓人的球形屏障。拉远了看，似乎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这模样看在远处的赛克斯眼里再熟悉不过了，这不就是和流浪地的光球一样吗？不过看这大小就知道，要比流浪地的神通力恐怖太多了。没错，这突然冒出来的赛克斯，是因为不久前和怪人王大蛇融合成赛大蛇后，被众英雄联手击败，最后关头分离了出来，才幸免于难。就在这时，场面又发生了变化，只听得一声闷响，原本的光球下轰的一声炸起了巨型的蘑菇云，就仿佛是先产生了光球后炸起了蘑菇云。不仅如此，在这样的烟尘里，2道人影正激烈的交锋着，场面之壮大，村田老师的觉着单凭近代化不太够，都整出动态图来了。
而这一切都看在众人眼里，在其他人看来，那两道人影模糊不清，不知道是谁。只有金诺斯知道，能战斗至这种场面的，恐怕也只有祁煜老师了。战场中央，祁煜正皱着眉头嚷嚷道：“啊，竟然把我衣服都给弄破了！”饿狼的身影也缓缓出现。你还有心思担心衣服？你的招式可全都给我看破了！哈，又说这种很快就会被打倒的敌人会说的话。哼，我现在感觉我无所不能。在武术里有一种能模仿生物、借大自然力量的奥义，被称为借镜。为了听上去更帅一点，我称其为模式。比如说这个如何？只见饿狼布满星空的脸赫然变成了祁煜的模样。虽然明显画风都不一样了，硬是拼到了一块，但还是给祁煜吓得不轻。下一秒更是使出了连续普通拳，祁煜同样以连续普通拳回应。两道密密麻麻的拳影碰撞在一块，就宛如两道拳头铸成的墙壁在碰撞。巨大的蘑菇云似乎在这拳拳相交之下往周围散去。没想到结束这荒唐对拳的，竟然是双方的拳头都打在了对方脸上。祁煜和饿狼化作两道流光飞向了海面，激起大片水花的时候，两人的身影已经从海底又冲了上来。哈哈哈，是不是第一次遇到能和你对拳打得平局的对手，连你自己都不知所措了吧？哈哈，即便现在只是平手，但我会在战斗中将复制的招式不断打磨，很快你就追不上我这复制品了。饿狼的话也不知道祁煜听没听进去，他满脑子关心的只有那身被打烂的衣服。真是的，亏我还跟那孩子说不会有事呢。啊，哈哈哈，站在和你同等实力下，我反而更疑惑了，你怎么还在关心那小鬼头啊？不过话说，我好像也和那小鬼说过，要告诉他英雄有多么无力。话一落下的一刻，饿狼已经摆好了架势，笼罩在一块更为奇特的光球之中。祁煜还在说着：“你这不也很在意他吗？”下一秒，就见饿狼的招式已经准备完毕，全生命体根绝拳。祁煜似有察觉不太对劲，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总感觉只要蹭到地面就不太妙了，所以便蹦到了高空中。哼，你以为你跳起来就能躲掉了吗？伽马射线爆！只见饿狼所形成的黑色球体两侧爆发出了惊人的射线。伽马射线爆是指巨大恒星在生命的最后所引发的爆炸，也是目前宇宙中能确认的最惊人的爆炸现场。而祁煜正被这种光线正面击中。镜头拉远才知道，祁煜的顾虑果然是没错的，这要是碰到地面了，指不定会给地球直接洞穿呢。地面上的众人只觉得这一刻天都凉了。金属球帮吐槽道，亮得他头都快晕了。但这时一旁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喂，闪过的 Flash， 为什么你和怪人在一起？哦，他是在暗处能方便照明的真兽。对，我就是那种真兽呢。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赫然是饿狼。此刻正立于众英雄身前，像对待蝼蚁一般俯瞰着众人。在那一瞬间，在上所有的英雄都无声达成了共识，那股恐怖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大能量波动的源头就是这个怪人。但即便是成了这副模样，班无也一眼便认出了是饿狼。背心尊者也将众人护在身后，疑惑道：“这该不会是那狩猎英雄的家伙吧？”虽然一句话也还没说，但那股威压让众英雄连战斗的欲望都没有，连皮肤都能感受到，就连逃跑也办不到了。看着一个个惊恐的脸色，饿狼明白了，此刻他已然成为了让所有英雄都感受到绝望恐怖的象征——绝对恶。他仰头冲着漆黑的夜空自语道：“谢谢你了。”可就在这时，饿狼，你是饿狼对吧？是邦古支撑着伤痕累累的身躯爬了过来。老头，你还活着呀？你那副模样是怎么回事？那个时候我明明感受到了，你已经恢复正常了。你刚才说了谢谢对吧？是怪人对你做了什么吗？没什么，我可一直都很正常。原来在那个时候，神明化作邦古的模样向饿狼伸出了手。其实，在那一刻，饿狼并没有上当，因为他知道老头子是不会提出这么好的事的。可即便没有握到手，刚才那一下也被神明触碰到了，只要稍微碰到一下，他就能强行赠予力量。看着那怪异的脸，饿狼嘲讽道：“果然是怪人，以为变成老头的模样就能控制他吗？可笑！”但嘴上这么说着，身体却不自觉地发生了异变。神明恢复的模样向饿狼说道：“他要让饿狼成为他的代行者，至于这股力量该如何使用，饿狼自己应该很清楚。”说完这段话，神明便消失在他眼前。虽然不是自愿的，但那股力量不受控制的强行灌输在他体内，险些令他失去意识。老头，从前我在你那儿学到的，要感受力量的流动，与其合二为一，那便是流水的尽力。而如今的我已经成功与流动合二为一了，并控制住了它。我很感谢你，我并没有成为那家伙的傀儡，所以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是我个人的意愿。饿狼，你要做什么？饿狼回想起曾对鼻涕熊说过的，他要成为比任何英雄都要帅、最棒的英雄，而如今只能和鼻涕熊说声对不起了。我要执行邪恶。
饿狼用伽马射线炮将奇遇淹没后，以绝对之恶的身份站在了所有人面前。就在此刻，瓦格玛和童弟突然开始流鼻血，下一秒就双双倒在地上。僵尸男和赛金加尔赶紧上前来查看情况，发现两人都晕了过去。僵尸男甚至看到童弟的头发都在脱落。饿狼正在一步步靠近众人，挡在最前面的邦古能清晰地感受到饿狼的体内有着恐怖的邪气，果然是被控制了吗？邦古支撑着身子站起了身，冲着饿狼喊道：“把饿狼还回来！”说话间嘴里也溢出了血。不是说了，这是出自我个人的意志吗？就在两人交谈间，次元空间的爆破突然赶了回来，邦古和饿狼都愣住了。饿狼问道：“你又是谁？”“我是爆破，详情等会儿再解释。你被神明的指尖触碰到了。”爆破的话显然出乎两人的意料，都不知什么是所谓神明。爆破没有急着解释，而是对饿狼说道：“你可能是受自己的神通力影响，没注意到。此刻的你，无论在地表使用什么招式，都会威胁到生物生存，那和你的目的是一致的吗？”饿狼的脸上看不出表情变化，回应道：“就算是这样，你又能怎样呢？”话音一落，就见爆破手里出现了小型黑洞，表示既然饿狼都明白事态的严重性，那他就把饿狼先带到其他次元去。说着，他让饿狼看一看周围。面对他释放的宇宙射线，没有人类能承受得住。单单是饿狼站在这里，都会导致所有人死掉。当然，除了拥有抗性的爆破。通过对饿狼的观察，爆破很快就意识到，饿狼还保存着部分人格。看来神明没有将力量完全赋予饿狼。不过，就算是这样，也造成了如此凶狠的变异。要是饿狼老是跟他去其他次元还好，如果不来的话，那这场掌握宇宙真理者之间的较量就必须得分出个胜负了。刚想的事儿，就见饿狼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表示那神通力还挺不错的嘛，所到之处散布死气，真是符合他恐怖像真的形象呢。饿狼的话一出，爆破已经知道此战恐怕是避免不了了。一旁的邦古也替饿狼感到失望。饿狼接着说道：“在他绝对恶的恐怖影响下，人类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变数呢？他还得好好欣赏一番。他饿狼正是那不祥的未来，灾害当街，神不会让你如愿。”邦古颤抖着身躯再次站了出来。一旁的爆破还在提醒邦古，靠近饿狼的话他会死的。但邦古仍然没有半步退缩，冲饿狼说道：“想要做那种事，就先杀了我再说。”看着老头子的模样，饿狼没有开口，而是在心里告诉自己，绝对恶是不需要其他人理解的。鼻涕熊只要待在他身边就会遭遇不幸，所以以后他不会再和鼻涕熊见面。至于老头子，就在这里做个了断吧。战场不远处，趁来溜走的眼子突然也开始流血不止，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但还没到晕厥的程度。这时他突然瞅见不远处有一个晕倒的小孩，头发掉了一小撮，正是鼻涕熊。回到另一边，邦古刚准备以命相搏时，一道流光突然窜了过去，直接撞在饿狼身上，正是只剩半截身子的杰诺斯。邦古和爆破刚看见来人，就见杰诺斯喊道：“他也是拥有抗性的英雄。”话音一落，就被饿狼抓着头发嘲讽道：“魔鬼改造人，气色不错嘛。哦，对了，那个秃子收了你做弟子吗？难怪呢。”就在此刻，爆破双手一碰，早已准备好的次元炮射了出去。饿狼有所察觉，在攻击打中前跳了起来，还吐槽着这种强制传送可真是不讲武德。下一秒就撞在头顶的光环里，被传送到了爆破眼前，一记重力拳结实地抡在饿狼脸上。还没完呢，被抡飞的饿狼眼前又出现个黑洞，半边身子刚进去，就从另一个传送门传了出来。爆破的拳头早已等候多时，刚从黑洞里冒出来的饿狼又被打进了洞里。就这样来来回回打了不知道多少拳，直到两扇门的距离连饿狼的全貌都看不清时，爆破才双手一合，两扇门碰撞到一块儿，下一秒就消失不见了。可爆破手都还没放下，就传来了次元波动。在他目瞪口呆下，饿狼竟然自个儿开门传了回来。不仅如此，还一左一右握着黑白光球，喃喃道：“原来如此。”爆破是看傻眼了，两人交手才几个回合，饿狼竟然就学会了他的招式，并且在这基础上强化了他的核裂变，每一拳都是重力拳。爆破反应也不慢，精准无误的将饿狼所有拳头都吞没在传送门里，看似接下了饿狼所有拳头，实际是将那些攻击都传送到了天上。但饿狼的拳头还在不停地抡进黑洞里，终于在某一刻，黑洞越来越小，最终强制性的关闭了。一声闷响将两人弹飞了出去。爆破有些急了，传送口承受的能量负荷太高，被强制关闭了。看着死气沉沉的海面，再这么下去，地球就要变成死星了。考虑要不要先把这些晕倒的人传送到那边去，饿狼突然说道。S 级第一位果然是有些实力，但现在的他同样如此。说到这儿，饿狼突然拎起了地上的杰诺斯，他知道那个秃子还没有使出全力，只要复制了那个家伙的真正力量就能超越他，所以为了让奇遇使出真正实力，天空中下起了血色雨点，回头看过去时，他口中的秃子已经站在身后，并不知是雨水还是血水淋在头上，奇遇那玩闹的神情已经消失不见，直愣愣地盯着饿狼。你来迟了。爆爆显然认出了奇遇，让他不要过来。一旁的邦古已经不知何时倒在了地上。那给你。被饿狼扔来的是杰诺斯残破的核心。
而此刻的杰诺斯已经成了这副模样。杰诺斯想起在过去，杰诺斯称赞他徒步就能赶到现场，不愧是英雄。但其实他也经常赶不上呢。此刻看着手里的核心，再看看躺在周围奄奄一息的众人，他真的具备英雄该有的意识吗？没有吧。齐豫握紧了拳头，眼神变得冷冽起来，他是真的生气了。必杀认真系列，认真殴打。面对黑着脸挥来拳头的齐豫，饿狼的脸再次变换，开启了齐豫模式。下一刻，和齐豫一模一样的认真殴打迎了上去。感受到这恐怖的能量波动，爆破人都傻了。照这样子下去，地球怕是得碎掉了。齐豫和饿狼的认真殴打，要是在地球上炸开，那后果不堪设想。爆破双手一合，在脚下张开了巨型传送门，将他们三人笼罩其中。在两拳就要碰撞到一起的前一秒，周围的场景变成了虚空。真假认真殴打终于是碰撞在了一起，刚被传送到地球的上空，就炸开了夺目的光芒。和这股恐怖能量一同出现的爆破，已经尽力在挽救了，但因为能量波动实在是太过庞大，没办法再拉开更远距离了。此刻的他头上青筋暴露，得想个法子让这能量的攻击方向偏离地球才行。不能小看地球啊！就在这关键时刻，那库斯波勒斯兄弟的神秘队员出现在爆破身后。除了你之外，地球上竟然还有能与神爵士对抗的英雄，他到底是什么人？爆破的神秘小队全来了，波罗兄弟、异族女、狮子头都在这一刻伸出了手，助爆破一臂之力。最终几人的合力之下，在饿狼和奇遇爆发出的恐怖能量波动炸开之前，从一侧切开了一道口子，紧接着将能量波动压制到了一个方向，最终使其偏离了地球，炸裂开来。而奇遇和饿狼两人在恐怖的反作用下，化作一道光束，夹在月球和地球之间，朝着相反的方向飞了出去。一道耀眼的光芒在宇宙中一闪而逝，造成的后果便是地球不远处的一大片星辰彻底陷入了黑暗。而与此同时，距离地球不知道多远之外，一道流光落在了陌生星球上，在星球表面炸起了浓烟。饿狼的身影缓缓从烟尘里浮现，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有点不太对劲。抬头一看，和他对空了一拳的奇遇正屹立在上方，披风和裤腿都破损严重，但手里仍旧拿着杰诺斯残破的核心。若是从饿狼的角度来看，此刻奇遇身后的天空被一片奇异的景象所笼罩。视角再拉远一点，就会发现他们俩在那一切的反作用下，已经来到了地球10几亿公里外太阳系8大行星中最大的木星边上的一颗小卫星上。这是哪儿啊？刚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这该不会是木星吧？这家伙竟然还能若无其事的样子，真的是人类吗？算了，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事呢。能进行开打的话，怎样都好，和扛揍的家伙全力一战。虽说一直以来的念想达成了，但怎么也兴奋不起来呀。想到这儿，奇遇便准备将杰诺斯的核心放进衣服里，但突然又想到一会儿打起架来，衣服破了可能会掉出来，那只好就这样拿在手里了。喂，你这家伙知不知道这里可能是木星的月球？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还是得想想该怎么回去。吵死了！等打趴了你再想也不迟。放马过来吧，你这只家伙，我一只手就够了。哦，是吗？那再见了。饿狼手指的方向，一道传送门出现在奇遇脚下，传送门被奇遇一脚踢飞。这离谱的操作给饿狼脸都看白了，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奇遇一拳打在脸上。威力巨大的一拳将饿狼轰飞了出去，化作一道流光飞离了星球。饿狼回过神来后，在头顶张开了传送门，下一秒就出现在奇遇身后，一拳扔了过去。被奇遇头也不回的接着传送门抬了起来，改变了方向，接着又被奇遇一拳打在下巴上，从传送门里给轰了出来。这就是武术的极致嘛，净耍些小把戏，能不能好好用拳头来打？饿狼是有点被打懵逼了，谁能想到这秃子竟然连压空间的传送门都能给抓住？哼，小把戏，我可是将所有流派的战斗方式都融合吸收，再在实战中融会贯通，这就是我的拳法。话音落下的一瞬间，饿狼穿梭于密密麻麻的传送门里，将奇遇围困在中央。这便是饿狼结合了爆破的能力后所产生的新的武学组合。在奇遇眼花缭乱之时，突然出现，迎面就是一套轰气空裂拳。奇遇吃着拳头还了一拳回去，又被饿狼以流水岩碎拳化解，再以暴星解放拳将奇遇轰飞后，隔空接上了旋风铁斩拳，最后以核裂变重力拳完成收尾。一道行云流水的拳法组合在星球上爆裂开，宛如将整个星球都吞没在黑洞里，卷起了漫天的烟尘。我的拳法能打出这般立体感的变化自如的攻击，是绝不可能避开的。这种事我也能做到哦。在烟尘的遮蔽下，已经一丝不挂的奇遇正蹲在地上，将手掌插进了星球地表。必杀认真系列。在饿狼的眼前，正有一股无以言表的恐怖力量在席卷而来。认真掀桌，
整个星球地表如滔天海啸般被掀飞了起来。在这壮丽景象下的饿狼显得如此渺小。等他反应过来时，地面的破裂已经濒临脚下，下一秒他整个人都被淹没在滔天海啸里。换个视角来看，这一掀戳是将整个星球都给掀碎了。被淹没在碎石堆里的饿狼，此刻甚至都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上升还是在下落，方向感全乱了。就在此刻，奇遇的身影就像不久前穿梭在传送门里的饿狼，但和饿狼不同的是，奇遇单纯是凭速度产生了无数的残影。接着必杀认真系列，全方位认真殴打。看着四面八方向自己挥来拳头的奇遇，饿狼反应不慢，立马就闪开着传送门钻了进去。但令他头皮发麻的是，低头一看，奇遇竟然从传送门里边给挥来了拳头，一拳将饿狼打飞了出去，在碎石堆里跟个球一样砸来砸去。奇遇的身影也化作一道更快的光束，借着碎石冲进了饿狼，给还在蹦跶的饿狼又给打飞了。这样的操作来来回回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次，最终在破裂的星球上形成了这般网格状的奇异景象。在熟悉的碰撞后，饿狼逐渐稳住身形，用拳头勉强化解了奇遇的无脑式冲撞，踩在碎石上让自己冷静一点。虽然看起来很恐怖，可实际这家伙只是在用离谱的肉体能力在岩石上到处乱跳而已。没错，只要他往上面离开这岩石弹幕，就能摆脱这家伙。饿狼冷静分析着，就打开这传送门，准备往上边去。可结果却一头栽在了地表上，这哪里是往上逃，根本就是搞反了方向。此刻的饿狼就像是身处被摇晃的笼中小虫一般，完全失去了方向感。感觉到自己被戏弄的饿狼怒骂了一句，就冲向了奇遇，下一秒就被认真殴打给砸了回来。这家伙实在是强得离谱，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只有一直复制下去，我一定要打败这家伙。饿狼和奇遇以同样的姿势打在对方脸上，没想到打了一轮之后，又回到了认真殴打的对决。两人互挨了一拳后，饿狼再次握紧了拳头，通过传送门砸进了奇遇脑袋，被奇遇一个惊人的下腰给躲掉。拳头还没收回来，奇遇顺着传送门也还了一拳回去，连挥出去的拳头都没来得及收回的饿狼根本来不及躲，硬挨了这一拳。在自己被打飞的身后，又开了传送门，接着势头出现在奇遇身后，发起了奇袭。奇遇直接用头硬接了这一脚，反手一拳打在饿狼肚子上。倒飞出去的饿狼又在身后开了道门，从另一侧一拳挥了过来，但手底下哪里还有人影？奇遇已经在一瞬间跳到了头顶上，踩在石块上的巨大力道直接撞碎了更后面的巨石堆。接着脚下猛地一发力，一记从天而降的手刀斩在饿狼脖子上，和饿狼之前引以为傲的手刀如出一辙。但不同的是，威力大小显然不是一个档次。这宛如雷霆爆炸般的手刀，饿狼哪里不知道？眼前这秃子是故意在用和他一样的招式。怎么，不是要复制我的招式来超越我吗？来啊，这不就是你的目的吗？话音一落，奇遇的拳头再次砸了下来。感受着拳头的洗礼，饿狼这才发现奇遇的拳头力量似乎越来越强，难怪他用了同样的力量根本就跟不上。想到这儿，饿狼还了一拳回去，但又被奇遇强顶着这一拳以及上勾拳给打飞了。不，差距越来越大了。两人的实力放在指数形式上呈现，饿狼在不断变强的同时，奇遇也在变强，并且是永远保持在他之上。渐渐的，饿狼发现奇遇突然就跟不玩了似的，实力开始直线飙升。再这么下去，不知道哪一拳下来，他就要一命呜呼了。没错，饿狼在成长，奇遇也在成长。至今为止，从未出现过能和他匹敌的对手。他那无人知晓的恐怖成长曲线，正因为他此刻的激昂情绪以指数形式高速增长。而如今，唯一一个见识到奇遇那成长属性的人，已经被拉开了巨大的差距。啊！竟然把我的衣服都给打没了，感觉有点冷飕飕的。骂骂咧咧的饿狼从传送门里回来了拳头，奇遇连看都没看一眼就接住了。此时此刻，已经没人知晓奇遇的恐怖实力究竟达到了何等地步。只见奇遇抓着饿狼的手，突然哆嗦着仰起了头，冲着饿狼的脸张大了嘴。饿狼的直觉告诉他有什么离谱的玩意儿要来了，本能的偏过了头去。下一秒就听见一声炮弹般的喷嚏声和他擦肩而过，认真打喷嚏，切开了整片破碎卫星，冲进了木星。落在木星上，看似只掀起了一小片水花，可实际情况是木星像个棉花一样炸开了花，内部核心都给露了出来。这和之前一击打爆卫星可不同，要知道木星可是8大行星中体积最大的，足足有地球的1000多倍。饿狼人都看傻了，赶紧赶在屁股开花前，带着奇遇往爆炸反方向飞去。这家伙疯了吗？这种生物已经不是能待在地球的等级了吧？哼，我不也一样吗？就在饿狼拖着奇遇飘在宇宙里时，突然瞥见了那不远处闪闪发亮的太阳。一个大胆的决定在饿狼脑子里出现，他将视线投向了太阳，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直到能清晰地看到地球和月球。有办法了，只要在视线可见的范围内就能传送，他的机会来了。饿狼手里亮起光芒，一拳挥向了奇遇脑袋，刺眼的光芒一瞬间将两人吞没。饿狼开启了面向太阳的传送门，一脚将奇遇踹了过去。紧接着他立马又开了个门逃了进去。等他做完这一套操作后，他终于成功了，不仅将那家伙踹进了太阳里，还成功回到地球来了。这场战斗是他饿狼赢了。
可欢呼的手还没放下。啊，你这招式还挺方便的嘛。祁煜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他身后，把饿狼脸都吓黑了，忙问道：“他刚才不是已经把祁煜揍到另一边去了吗？”祁煜举起了拳头表示：“没错，他刚才肚子着凉，本来忍了好一会儿，突然间眼前一亮，吓得他放了个屁，就接着这股劲儿追着饿狼过来了。”饿狼傻眼了，没想到竟然是因为一个屁。没再和他废话，祁煜一拳砸在饿狼脸上，两人的身影往地球飞去，轰的一声砸在地表上。祁煜还保持着出拳姿势，虽然衣服没了，但手里的核心保护得很完整。而生气的饿狼已经被这一拳砸烂了脸。祁煜抬头一看，竟然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祁煜松开了拳头，饿狼才得以喘气，问祁煜为什么还不动手杀了他。祁煜突然沉声道：“比起能自由切换外在的你和 King 来说，我其实还挺厌恶不会这样的自己。但怎么说，我也是英雄。为了那个孩子，那个让我阻止你但不要杀了你的孩子，他的遗言。遗言？”听了祁煜的话，饿狼目光一转，突然看到了躺在不远处的鼻涕熊。饿狼的表情瞬间凝固，接着一声怒吼，喊着鼻涕熊的名字，啪起了身就往反方向跑去。喂，你要去哪儿啊？那孩子不是在那边吗？饿狼泪流满面的咆哮着，都怪他在鼻涕熊附近，全都怪他。这时脚下被石头绊了一跤，扑通一声摔在地上。饿狼嘴里还在念叨着：“鼻涕熊，原来他就是那个不祥的未来啊！”饿狼，你从天上掉下来后，我就觉得怪怪的，是不是碰上脏东西了？饿狼抽泣着说道：“就算是这样，那也是因为他自己内心的软弱。真是可笑，打败不了你，我就成不了绝对恶。而这个打败了我的英雄，竟然说着自己不适合当英雄这种话，难道不应该像个英雄一样，用他所谓的正义之名杀了我吗？那样我便能作为恶的一方，结束这一生了。结果到头来，本想改变世界，可最想要拯救的孩子，因为我而拯救，不是去依赖吗？你说依赖吗？你这家伙根本就不懂。”话音未落，饿狼突然看向了祁煜的手上那一直紧握着的杰诺斯核心，他突然醒悟，祁煜不也正和他一样吗？饿狼，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饿狼低垂着头，沉思了片刻，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我有个请求。复制？你是让我也像你一样复制你那武术吗？如果是你的话，应该能让我的武技更上一层楼。我盗取了神秘的力量，却还是没能实现我理想中的拳法最终奥义。现在我把它传授于你，你就心怀感激吧。完全没兴趣的。不过话说，学了又能怎样呢？学了就知道了。见饿狼那认真的神情，祁煜也没再拒绝。那好吧，能学会多少就学多少吧。祁煜话音落下的那一刻，饿狼便摆好了架势，让祁煜好好看清楚。学着饿狼的手势，祁煜也摆好了架势。如果是你的话，不用借助神明，应该也能领悟神之力吧？就在此刻，天穹上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闭嘴！我要没收！”话音刚落，饿狼的脚跟开始褪色，眨眼间就扮演只大腿，同时身上散发出肉眼可见的颗粒。祁煜尝了一口，好像是盐。饿狼一声怒吼，让祁煜集中注意力。此刻的他已经褪色到脑袋周围了。就在某一瞬间，祁煜似乎感受到了什么。此时此刻，他们两人都想象着各自的内宇宙。饿狼因为此前释放的宇宙射线而成对生成了粒子和反粒子，这些反向运动的基本粒子开始彼此模仿对方的动作，而祁煜体内所有基本粒子都在模仿，所导致的结果便是饿狼依旧摆着架势让祁煜来打败他。一瞬之间，祁煜仿佛被拉扯进了奇异的场景中，只听见饿狼最后一句话：“是你的话一定可以做到，你要打败的是那不祥的未来。”话音落下的那一刻，饿狼的身影已经全部岩化破碎开来，而此刻的祁煜已经进入了一片诡异的场景中，周围的画面都在告诉他，这似乎是时间在逆转。原来会是这样吗？你那武术还挺不错的嘛，饿狼。我就是那不祥的未来，在海等级神。看着那熟悉的面孔和台词从眼前掠过，祁煜试着伸出了手，应该是这样的吧。时间恢复正常流速，赫然已经回到了饿狼立于山巅之上，宣告全世界他已经成为绝对恶的那一刻。感受着体内的蓬勃力量，饿狼扬起了头，刚要说出谢谢，就被一拳打在脸上。这是在木位上进行成长后的一拳，在时间回溯达成之前便已经炸开的因果逆转，是绝对无法回避的。是一拳吗？不是零拳，决定的胜负。祁煜逆转时间的一拳打飞了饿狼，周围人都看傻了，尤其是人群里的杰诺斯，一眼便认出了那便是祁煜老师。看着被祁煜一拳打飞出去的身影，邦古一声怒吼：“饿狼！”周围人这才知道，原来此人便是那狩猎英雄的家伙。而饿狼还搞不清状况，怎么才刚得到力量就在慢慢消散了，仅仅是挨了一拳而已。刺眼的光亮是饿狼怎么也捂不住的，力量已经缓缓从他身体里流逝。这时祁煜突然觉得身子一歪，与此同时，不远处的废墟里一个拳头伸了出来，接着这个时间段的祁煜不受控制的飞了出来，两个祁煜飞向了彼此，砰的一声融合到了一块。哎，
我这是在干嘛呢？记得好像是中了饿狼什么射线炮来着。啊！奇遇突然瞅了一眼手上那一块杰诺斯残破的核心，瞬间张大了嘴。难道杰诺斯已经死了吗？再瞅了一眼残破的衣服，两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啥时候裤裆大开了呀？还没缓过神来，下一秒就被杰诺斯一头顶在肚子上，给撞了个跟头。啊！对不起，老师，撞过头了。啊！杰诺斯，你不是好好的吗？吓我一跳呢。刚获得神秘力量，宣布成为绝对恶的饿狼，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拳给打懵逼了，不仅直不起身，脸上附着的鳞片也碎裂开来。但他仍是没搞明白刚才那一拳是怎么出现的，威力之恐怖，连那秃子都无法匹敌。而此刻，早已积压着怒火的英雄们纷纷围了上来，准备教训教训这到处射猎英雄的狂妄家伙。的确和我的核心很相似呢，是吧？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东西握在手里了。另一边，未来的奇遇融合消失后，只留下了残破的杰诺斯核心以及莫名破裂的裤裆，被奇遇暂且打了个结。虽然不太明白，但杰诺斯还是伸出了连接器，试试看这核心能不能启动。果然，在连入连接器后，核心有反应，这就更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这核心竟然和它本体的一模一样。可就在导入核心的某一刻，杰诺斯的意识突然陷入其中，和奇遇一块穿越时空而来的核心，其中埋藏的记忆一瞬间涌入了杰诺斯脑海。从饿狼成为绝对恶，所有人陷入昏迷，接着他被饿狼一击贯穿，再到复制拳法和奇遇打架，认真掀桌，认真打喷嚏，所有在未来发生的一切，杰诺斯都看到了。喂，杰诺斯，你怎么了？啊，抱歉老师，稍微有点头晕。杰诺斯已经大致明白了，这个核心的确就是他自己的。难道说这段记忆是已经发生过的未来吗？也只能先这么推测了。老师，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哎，记得什么？根据这里残留的记忆来看，您和这东西都是从未来来的。啊？简单来讲便是，所谓的平行世界是基于多重世界的假设。我猜这个核心是老师开始时空逆转时分离出来的新的老师所形成产生合体的现象，所以分离还是机械。杰诺斯的平行世界理论，打一开始就从奇遇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为了不再受折磨，奇遇只得敷衍道：“原来是这样啊，妈，就当做是这样吧。总之，看到你和往常一样，我就安心了。是没有这段记忆了吗？”其实奇遇只是单纯没在听。不对，奇遇老师的话应该和深海王那时候一样，也许是为了给其他还在奋斗的英雄们一个面子。其实奇遇的确是没有那段记忆了。反正不管如何，杰诺斯是知道了，这大战的背后是奇遇老师穿越了时空所拯救的，拯救了大家，也拯救了世界。就连饿狼本人也并不知道。再然后，除了奇遇老师外，知道这事儿的整个宇宙里恐怕就只有他一人了。想到这儿，杰诺斯嘴角微微上扬。杰诺斯，你在傻气什么呢？没什么。杰诺斯暗自决定，作为奇遇老师的徒弟，他必须将这件事传达给理应知道这件事的人。老师，果然老师总会在关键时候赶到，拯救大家呢，不愧是英雄。哎，怎么突然说这种话？我经常都没赶上呢。不，都赶上了。这一次的确是赶上了，赶在杰诺斯被饿狼杀害之前，赶在那一切都未曾发生之前。准确说，是未来的奇遇拯救了这一切。在战场的某一处，比利熊正躺在废墟上，因为此前饿狼散发的神通力导致流鼻血晕了过去。而此时此刻，正有一道熟悉的身影在呼喊他的名字：“比利熊，快起来！比利熊！”这宛如在脑海里响起的声音将比利熊惊醒。只见一道若隐若现的身影在眼前看着他，正是未来的饿狼。比利熊瞬间就认出了饿狼的模样，嘴里喊着大叔冲了过去，但饿狼的身影已经变成碎片消散在空中，就像不曾来过一样。愣在原地的比利熊揉了揉眼睛，还以为是做梦了呢。这时他听见不远处有吵闹的声音，便摇摇晃晃地走了过去。现实的情况是，英雄们正冲着一道人影拳打脚踢，正是饿狼。被突如其来的神秘一拳所打败，神通力也随之消失，这对于饿狼来说完全无法理解。但此刻的他却不可思议的坦然接受了，或许是受未来的自己影响，饿狼也无从得知。怎么了，杂鱼们，再加把劲儿啊！这时终于有人站出来阻止了，算是半个冤家见战友的金属球棒喝住了众人，让他们别再增添伤员了。但此话一出，曾被饿狼伤过的英雄们就怼了回去，质问球棒到底是哪边的人啊？甜心假面也冒了出来，还在说这种话，小心那家伙一胡闹起来，我们可挡不住了。哪怕是人形怪人，他也很严重了，已经全场一致通过对饿狼进行制裁了。哦，我可不记得我也赞同那种事。我也是啊。你哪位啊？奇遇站了过来表明了态度，还顺道问起刚才是谁把饿狼打败的呀？难道是爆破大叔吗？闪过的 Flash 说道，他也没看清，只是隐约借着一个全裸的男人突然出现一拳把饿狼打倒就飞走了，的确像是爆破的行为。假面一听是爆破也吃了一惊，而财经家尔则关心着为啥会是全裸的。此时爆破的风评无辜被害，现场唯一知道情况的只有奇遇手里的杰诺斯。老师，我觉得只有您才有资格对饿狼进行处置啊？为什么？算了吧，我也不是很懂处置什么的，感觉饿狼那家伙是故意在挨打。既然这样，就让他们打到满意为止，也挺好的。虽然对人家伙来说不痛不痒就是了，但仔细一看，真的是那样吗？这些人下手可不轻。看着饿狼被揍得快不成人形，邦果都快看不下去了。
不过这时又有人站了出来，全裸出场的僵尸男推开人群交替的众人，表示他有些事想问问饿狼。饿狼，我不认为人类仅凭怪人化就能获得那种力量，你的力量应该别有出处吧，比如说神明之类的。敌人干部里其中一人也有类似的迹象。Flash 突然插嘴道：“神明，爆破好像有提到过。”奇遇眉头一皱，爆破有说过吗？他怎么不记得？这时饿狼突然咧嘴笑了，嗤笑道：“还以为要说什么呢？神明在做梦吧？这些全都是他本人的意志所为。”说着便张开双臂，让僵尸男给他个痛快。僵尸男眉头一皱，这家伙已经不想活了吗？饿狼的话就正应了甜心假面的意，既然这样，就由他来执行吧。可就在拳头落下的前一秒，比利熊突然扑了过来，抓住了假面的腿。饿狼、瓦高玛、童弟以及 King 都认出了比利熊，一脸震惊。当着所有英雄的面，比利熊嚷嚷道：“大家太过分了，不都是英雄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当时他明明救了我好几次，他是真正的英雄。”一边抽泣着，还一边让饿狼快逃。King 这时才知道，原来这些比利熊让大家不要欺负的大叔是饿狼。被怪人蒙骗了吗？真是可怜。无视掉比利熊反驳的话，假面露出了职业性的假笑，让比利熊乖乖退下。接下来他们要执行英雄任务了。比利熊当然不会相信了，明明刚才他听到了处刑2个字。有了比利熊这一哭闹，现场的英雄们也开始讨论起来，到底该怎么处置饿狼。就这么放任不管的话，可因为他造成了那么多没能抵御的灾害，果然还是处刑吧。就在这时，一阵令人汗毛炸立的低沉鼓声响起，停手吧各位，这可是在孩子面前啊！正是 King 的帝王引擎最大功率。King 这霸气神色瞬间就吓软了一众人，纷纷退到两边去，心里还嘀咕着他们难道做错什么惹得 King 发火了吗？就连谁都不放眼里的假面正要开口，瞅见 King 的犀利眼神都给咽了下去。比利熊见得 King 替他出头，终于止住了眼泪。而这时邦古也终于走上前来：“饿狼，不会这么轻易让你自暴自弃的，伤害别人就要以100倍的帮助别人来赎罪。”饿狼沉默不语，倒是奇遇插嘴道：“没问题的，绝对饿在这方面可是很擅长的。没错，就像之前随手来一下就能救出避难所的人，还有阻止火山喷发救了一村子人。不管怎么说，大家的态度已经给出了答案，但饿狼自己还没有做出决定。放我走的话，你们会后悔的。”“没什么后悔的，我还得向你道谢呢。从那怪人手里救了杰诺斯和 King 的是你吧？谢了。”原来在怎么处理饿狼一事上，几分钟前奇遇已经和 King 打过招呼了，告诉了 King 这就是饿狼在关键时刻救了他们，所以才让 King 出面阻止大家。话说到这份上了，饿狼终于有些动摇了，嘴角一笑：“哼，真是让人讨厌的家伙。”话音落下的一刻，饿狼已经消失了。在众人眼皮子底下瞬间消失的饿狼惊呆了所有人，在一众咒骂声里，也只有奇遇抬头看着饿狼离去的方向。“老师，饿狼那家伙会重蹈覆辙吗？”“没关系的吧，之后的事就交给老头子了。”就在饿狼一事告一段落后，地底下突然冒出个巨型钻机来，那标志性的铁头已经告诉了众人是金属骑士来了。在威胁已经消失的节骨眼，他的机械大军才姗姗来迟，看起来声势浩大，但留给他的工作只剩下了对放射性物质进行清除。因为此前被奇遇当做冲浪板的军舰就是他设计的，检测到了核攻击后才做出了相应策略，并且告诉众人他们都受到了急性核辐射影响，需要强制进行检查和治疗。看样子刚出院没多久的大火又得到院里见了。这看似长久的混战，实际并没有过去多长时间。奇遇抱着半截杰诺斯，准备先去找库森洛博士帮杰诺斯修好身体，然后再回来找找有没有能用的家具之类的。怎么说呢，就好像退潮赶海一样。那么到这里就是一拳重置版214话的全部内容了，也同样可以看作是整个饿狼片的全部内容了。经过了这一战，整个 Z 市包括奇遇的家都成了废墟，无家可归的奇遇又该何去何从呢？村里老师有发推提到，接下来还有一话进行战后收尾，这持续了7年的饿狼片就将正式宣告完结。虽然过程有些曲折，但总归是让饿狼片有了个完整的结局。接下来还有同样精彩的忍者篇、假面篇等等，期待能看到村里老师更精彩的发挥。当然前提是能稳定更新，比啥都强。好了，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这里有最新的一拳更新消息，注意也能找到一拳原作版的解说。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秦，那我们下期再见。